我学习警匪片，冒充自己是黑帮大佬，却不料真有傻缺富二代相信，直接给我打了1000万保护费，还把刚离婚的少妇主管送给了我。只因我无意中获得了一份绝密档案，档案显示公司将在5天后暴雷破产，而只需将这些消息提前卖给老板，老板就有机会揪出内鬼，力挽狂澜。可当我继续翻看着里面的内容，却傻眼了。李玉珍，燕京城李家长房长孙女，身边18人安保全都是顶级特种兵退役，她的办公桌还藏着一把常年处于上膛状态的手枪。我闭目浮现出了办公楼里的景象，在一位位安保注视下走到李玉珍面前，忽然女人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一想到这个画面，我顿感汗流浃背，双腿发软。但面对这唯一逆天改命的机会，我攥紧了拳头，思索半天，想到一招，那就是以情报贩子的身份把信息卖给李玉珍，但他需要做的就是必须保持神秘。于是我立马用笔记本播放电影《教父》，开始学习模仿教父的神情姿态，接着又从网上买了几把仿真手枪。一个神秘的情报商人，后面应该有更隐秘的组织。我将自己设定为一个经历生死，手上沾满了无数鲜血的冷血杀手，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眼神。于是他拿着手枪对准镜子里的自己，只见我神情收敛，目光逐渐淡漠，随着枪口一点点的靠近自己的眉心，沉浸感和代入感开始不断的叠加，好像此刻真的被手枪抵住脑门一样。死亡的恐惧让他身子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此后的几天，我又打开了嫉妒血腥的恐怖电影，随着一幕幕惊悚的画面映入眼帘，我的眼神开始逐渐变得冰冷淡漠。而几天恰好是最后一天，我将同事们都打发走后，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串号码。此刻同一栋大厦58层的李玉珍从抽屉中取出银灰色的功能机，见到是一串陌生号码后，眉头轻皱。哪一位？你好啊，李小姐。你是谁？李小姐，我真是为你感到惋惜。你在我们眼中就像一只绝美的金丝雀，被束缚在华美的牢笼里，上演着结局已经注定的拼搏戏码。办公室内的李玉珍脸色越发冰冷。你到底是谁？我依旧从容地念着早已写下的台词，一抹危险的气场从李玉珍身上倾泻而下。思索半天后，沉声问道：你想说什么？我是来帮你的。50分钟后，你派人来接我。至于是什么地方，我想凭李大小姐的能力并不难。说罢，我先一步挂断了电话，然后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回到了工位，开始静静等待着接她的人出现。而只过了10分钟，李玉珍拿到了我的档案。陆平，26岁，公司职员。这是一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资料，可李玉珍此刻的神情却异常凝重。我在这栋大厦工作了2年，而她正是在2年前入住的这栋大厦。她不觉得这是一场巧合。时间来到6点，一位气质极佳的秘书出现在办公室外，两人双眼交汇，我脸上挂着浅笑，一口就叫出了对方的身份。曹秘书，我们走吧。曹秘书面色不变，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随后两人乘坐电梯来到了第58层，这里是只有得到李玉珍召唤才有资格前往的神秘地方。长长的走廊上站着一排黑色制服的安保，他们每隔大约 1.5 米立在廊道边。对于这一幕，我早就做过预演，但此刻面对这些人依旧有些腿软，他只能保持着死鱼眼的淡漠，撑着一口气来到了李玉珍的办公室前。这时只见一位国字脸中年男人向前迈出一步。冒犯了。我噙着从容的笑容将公文包递给了曹秘书，然后说着提前写好的文案。规矩吗？我这人一向是最遵循规则的，麻烦你了，鲍队长。鲍辉军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在公司里他都使用的化名张文荣，真名只有李玉珍和李家的寥寥几人知晓。此时我转了一圈，推了推镜框，这时曹秘书再次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李玉珍听见开门声后，把档案最后一页看完才抬起头。当调查到的对象只是我办公楼里的一位职员时，我还当是什么人冒充了你的信息，所以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从容地拉开身旁的椅子坐了下来，然后迎着李玉珍的眸子浅笑着应道：不是已经说过了，我是来帮你的。哼，就凭你怎么帮我杀了宋子文吗？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此言一落，李玉珍脸色立马冷了下去，拉开抽屉掏出那把银白色手枪，黑洞洞的枪口骤然抵在我的额前。你是谁派来的？只要女人轻扣一下食指，我的脑袋立马会西瓜一样瞬间炸开。但此刻我的眼睛却连没眨一下，而是扫视着她那曼妙的身姿，淡淡道：科尔特 M2000型手枪，这是你爷爷幼年时送你的生日礼物。当时李建国将你抱在怀里，自豪地说：谁说女子不如男？从今往后，我这孙女玉珍便是我李家虎女。闻言，李玉珍神情浮现出惊疑和震惊，因为当时只有她与爷爷在场，甚至时至今日，极可能连爷爷都早已经遗忘了。于是李玉珍重新坐回位置，冷声开口：进入正题吧。重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个指向最需要的人售卖情报的情报商人。
免贵姓陆，你可以称呼我为陆先生。在过去2年时间里，你身边被宋子文安插了一枚又一枚的卧底。虽然你们为了赌约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赛道，但目前看你麾下的川河正值腾飞阶段，宋子文这家伙早就坐不住了。待到我将整个的内容道出后，李玉珍目光冰冷地吐出2个字眼：什么价格？算你一个优惠的价格，1000万。李玉仿佛连思考都没有思考，便爽快成交。随后我用纸笔写下一个又一个人名以及对应的事件，最后则留下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小曹，到我办公室来。话音落下，只1-2分钟的功夫，曹小慧便恭敬地推门走入办公室。李玉珍语气带着一股冷到极致的质问：这2年你拿了宋子文500万？曹小慧能被宋子文选中，心理素质自然很强。李总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愿意公开我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与流水，由您派人去调查。你和李金飞贪亮逢单子，好大的胆子，团团转，也敢把我哄得团团转。随着一个个人名被爆出，曹小慧极力隐藏，瞳孔收缩，可依旧有刹那的慌乱被李玉珍捕捉到。突然噗的一声，手枪声炸响，我抹了一把眼角，看向指尖上沾染的鲜血，试图解释的曹小慧嘴唇颤抖，整个人向后栽倒在了我的脚边。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亲临枪杀现场，周身汗毛瞬间一根根炸起，我完全被吓住，却不敢表露出分毫。脸上依旧挂着锻炼后的笑容，李玉珍神情十分冷漠，熟练地将手枪放回原处后，淡淡道：陆先生，让您见笑了。李小姐不愧是李家虎女，只这一份果决，就少有人能比得上。李玉珍闻言露出一抹笑容，然后从抽屉取出另一部手机，点了点屏幕。陆先生，交易的费用已经给您转过去了，合作愉快。那我就不继续打扰李小姐了。我送陆先生。就在我起身准备往外走时，低头发现没心钱、欠着子弹的曹小慧正睁大眼睛的苍白面孔正对着自己，一刹的对视让我心脏开始狂跳，可余光却望见李玉珍在注视我的视线。于是我又一次强装镇定，用脚面将曹小慧的脑袋往旁边挪了挪。这时李玉珍在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说已经备好专车送我回家。闻言我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如果可以，我更想挤地铁回去，但现在显然不是拒绝对方的时机。随后鲍慧君将我带到地下车库，又领着我走到一辆纯黑色迈巴赫前，而当我刚要走进车厢内时，一位身穿职业装的美人坐在后座，眼睛被一条黑色布条遮住了视线。可纵使是如此，我还是认出了这个女人的身份，正是之前自己歪歪过的主管林秋月。待到我坐稳后，缓忙地吐出一口气，因为这次交易中，我发现自己曾经没有被挖掘的潜力。似乎越是紧张危险的场合，我反而越能够维持住表面的镇定和理性。可就在我打算继续撕住时，一只勾着酒红色高跟鞋的脚掌正缓缓用脚尖从我小腿边扫过。狱卒的主人似乎很紧张，脚尖一直在不断的轻浮颤抖。由于林秋月的眼睛被黑色布条蒙住，因此他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下属。李总说，如果你喜欢，我就是您的礼物。还有，他说了，不管是在哪里，您都可以放心使用。你是自愿的。我叫林秋月，是公司里的行政主管，今年33岁，1.73米，体重125斤。我在3年前结过一次婚，只是丈夫于2年前就出车祸死了。就说到这里吧。半小时后，车辆停在一处老旧小区外，我拎着公文包继续保持平稳的步子，但急促剧烈的喘息却渐渐不再隐藏，直到走进漆黑的楼道，才2步并作3步跨上2楼，连忙从怀里掏出早就静音了的手机，一条短信提醒映入眼前，尾号1247的赵国银行账户于12月16日18点45分61秒转账汇入金额1000万。我伸出手指，一个个数字的数着，个、十、百、千、1000万。我面颊红润，重重地吞了口唾沫。这是我曾经不吃不喝，努力工作70年才能赚到的。我咧开嘴巴，想要疯狂地咆哮，可楼下这时却忽地传来脚步声。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提着公文包，迈步朝3楼走去。推开合租屋大门，只见合租室友夏敏丹姐穿着一件真丝吊带睡裙，在雾气中走出。突然，丹姐擦拭头发的动作一顿，因为她经常这么挑逗我。通常来说，我会面色通红，移开目光，然后弱弱地喊一声丹姐，再匆忙地回屋。可今天我却什么动静都没有。于是她向门前的身影看去，只见我那炙热眼神直勾勾望着她。然而她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红唇轻扬，生出了弯心。瓶子姐美吗？丹姐，之前你说想做一个顶级有钱人的情妇，我的意思是，有多少钱才能让你做我的情妇？如果是其他男人，那最少要10个亿。可如果是瓶子的话，我想只需要1个亿就足够了。瓶子，你要加油哦！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刚才的那个，
真的是我吗？想我打小就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可自从收到那1000万后，野心和欲望完全冲破了理性。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股说不上的恐惧冲入脑海。这时低头发现脚边竟浮现出曹小慧面目狰狞的画面。见状，我立刻脱下皮鞋甩了出去。可当我再次望去时，似乎看到了一双狰狞的面孔在朝我求救。我不断吞咽着唾沫，不知过了多久才哆嗦着赤脚站起，然后找来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鼓起勇气用2根手指捏起鞋后跟，混在厨余垃圾中丢进了垃圾桶。在做完这一切后，立马给自己冲了一个热水澡，这才将恐惧的情绪慢慢压下来。而此时李玉珍的办公室内，鲍辉君从曹小慧公寓中带回了一些东西。李玉珍拆开塑封袋，只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就将它压在手掌下。去找一个代替曹小慧的影子，我会给她安排一个在年终大促期间在外地合理出差的理由。另外组建专门小队辅助影子，在未来的1个月里处理好曹小慧所有的社交来往。在知晓身旁所有卧底计划后，李玉珍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将计就计，主动迎合宋子文的计划，只等宋子文把舆论环境炒热，再借他炒出的热度来上一场经典大翻盘。这就是燕京城李家长房长女李玉珍的魄力。鲍辉君身子一挺，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时李玉珍指尖叩击着桌面。关于那位陆先生，你怎么看？在陆先生即将进入小姐办公室前，我曾对他进行例行的检查。我在陆先生的身上察觉到了些许紧张的情绪。严李玉珍立马对监控进行逐帧分析，2分半后下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定论。他认为我偶尔展露出的紧张，很可能是故意留给镜头的。有趣，真是有趣。这时我刚淋浴完回到卧室，发现书柜前又出现了一封机密情报，我只瞟了一眼就差点吓出尿失禁。于是我立马打开电影《无间道》，开始模仿大佬在景区吃盒饭的一举一动，又去图书馆查阅演员的自我修养、演技6讲等权威表演著作。我一边记录下重点内容，脑中一边构想出教父的模样。在昨晚充足的准备之后，第2天我像平时一样照常上班。可就在我刚要走进办公大楼时，却发现昨晚在车里伺候我的林秋月，一群同事正围着他疯狂祝贺。原来他从行政主管升到了总监，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这定是李玉珍让他服侍我的回报。林秋月故作镇定地走进大厅，可昨晚的画面却在脑海中久久回荡。虽然眼睛被蒙住，没看见那位的脸，但能肯定的是他应该很年轻。而当我刚来到工位前准备坐下时，主管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外。闻言我眸子凝起，眼皮直跳。就在我思索稍后该如何应对时，好友大石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愣着干嘛？很快我和他乘电梯来到48楼，我颔首跟在大石身后，想要避开监控，可谁料头顶的摄像头竟突然开始转动，一瞬间我的血液燥热起来。曹小慧死亡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我想极力躲开摄像头却迈不开腿，而这时摄像头已完全转动过来，我只好强行稳住心神，嘴角扬起，抬头直视镜头，露出浅笑，淡淡开口，又见面了。李玉珍看着监控，指尖叩击着桌面，清冷的眸子浮现出一丝丝疑惑，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出了许多矛盾的地方。凶手和高阳不应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此刻我已经走到了林秋月办公室门口，而林秋月正用纸笔勾勒昨晚那位大人物的轮廓。这时大师突然开口打趣道：“你的女神成总监了。”我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勾。面对李玉珍只会伴有紧张与压力，但面对林秋月却有一股说不出的自意与酣畅。待到秘书通报后，我缓缓步入办公室。林秋月见状，立马将速写本放回抽屉，然后拿起另一份文件，准备把这份文件看完再搭理我俩。可还未等他看完第1页，就眉头轻皱，然后抬头，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女人白皙的后背冒出了一层的鸡皮疙瘩。她恍惚觉得抽屉里勾勒出的那个没有五官面部的神秘男人，正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普通上班族。但转念一想，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让李总如此重视的大人物，怎会是一个月薪3万的屌丝？而后女人气势一顿，迎向我的目光。在我们川河年终大促的宣传计划里，你们无盟文化需要负责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就在3人讨论工作渐入佳境时，秘书却突然敲门而入，以需要设计师开会为由，将大师叫了出去。办公室便只剩下我和林秋月2人。这时林秋月无意识地伸出手掌拦在了面前，透过指尖缝隙看向坐在面前的青年，竟发现我与黑薄后的身影完全重合。这时林秋月眼睛骤的一亮，指尖摩挲，她依稀记得男人耳垂后有一粒凸起，可能是痣，也可能是毛囊。为了印证内心的猜想，女人突然话锋一转：陆先生，那边的书柜里我有一份文件不太能够得着，能麻烦你帮我取一下吗？
我直视着林秋月的目光，颔首点头。同时，女人走到我身旁，指引向书柜最上方的一份文件，然后直勾勾地向我右耳望去。可这时房门又突兀地响起，女人没去管敲门声，依旧向上看去，结果发现我已经取下文件夹，转过了头。而这时，秘书再次推门而入：“林总监，蔡总监有个会议需要您现在去参加。”林秋月点了点头，只好暂时离开。此刻偌大的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先后大石和林秋月被喊走，这显然不是一场巧合。情报显示李玉珍的掌控欲极强，因此她现在一定在办公室注视着我，而最直观的位置便是我前方的那个区域。于是我直视前方，淡淡一笑。此时李玉珍注视着画面里的我，然后将监控瞬间放大，笔记上的文字都能够被清晰看见，那是一行行的设计要求和专业的设计草图。女人那强势绝美的脸颊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疑惑和忌惮。如果陆平身后真的存在着一方庞然大物，那么能够把情报人员做到这般细致真实，他所代表的力量和野心。于是女人立马合上屏幕，2分半后推开了林秋月的办公室大门。我斟酌着言语，语气极为平静：“李小姐想要见我，当然什么时候都能见到。”和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话真没意思，那我也就不卖关子了。陆先生这次帮了我大忙，不知可否赏脸与我共进晚餐？感受着女人的视线，我想要拒绝，因为吃饭能够透露出太多细节的私密行为，而且如果李玉珍选择的晚宴是西餐，或者是什么我连见都未见过的东西，那我很快就会暴露在她面前。可我却轻笑一声，轻握住李玉珍的右手，那我可就要好好期待了。直到目送李玉珍走出办公室，我这才长吐一口气，随后立马跑到厕所单间，用手机查询西餐的用餐礼仪。可点开第一栏我就傻眼了，除了法式、意式、英式各种分类主食，还包括餐汤、前菜、主菜。于是我果断退出页面，关掉手机。与其笨拙的模仿西餐的礼仪，不如平静从容的回应：抱歉，没吃过。我如约来到地下车库，一辆普通的奔驰停在了我脚下。李玉珍放下手中文件，循声看向我：陆先生，又见面了呢。同样的话语，但不一样的语气和神情。此刻她多了一丝顶级女人的妩媚。李玉珍简直是个百变妖女，能得到李小姐这般女子的惦记，可真是我陆平的荣幸。李玉珍并没有与我过多的闲聊，很快她就重新专注于手中的文件与合同。我看向窗外，想极力平稳紧张的情绪，却注意到了车窗中李玉珍的玉足倒影。只这么一看，眼神就再移不开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般完美的比例？想摸吗？女人的目光带着刺骨的冷意，这句话让我背脊寒毛骤然竖起。但不管怎么样，都绝不能露出胆怯。哼，如果可以的话。李玉珍红唇轻启，溢出笑容，然后抬起右脚向我伸来。我不知怎的，竟真的探出手指尖，缓缓向那小腿伸去。李玉珍脸上的笑容不减，但眼眸深处却越发冰冷，左手垂到了手托旁。情报中显示，那里同样藏着一支手枪。只要我真的敢触碰到它，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给崩了。于是我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抽回手，还是下次吧。大约20余分钟后，车辆停在一栋古典建筑前。陆先生，请吧。餐厅门头是一串不认识的法文。该死的，我该以什么样的语气说出我从没吃过洋餐？这时，李玉珍接过香槟为我倒上，然后又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我看着眼前的美人，紧张又兴奋。随着清脆的碰撞声响起，李玉珍小酌一口后，轻声开口：这瓶糖配里浓玫瑰金，在1996年生产一批次，只生产了35瓶。那我肉喝了，可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贵贱。当然，这自然瞒不了李玉珍。于是他带着试探的口吻问道：看来陆先生平日不太喜食西餐。我的身份不允许我经常出入这些地方。难怪陆先生能做到这种程度，难怪我令人深度的调查你的资料，却依旧看不出丝毫的破绽。接下来的几分钟，气氛逐渐轻松下来。本以为能很快将这顿晚宴糊弄过去，没成想李玉珍却突然灵魂发问：陆先生，你们那个圈子太神秘莫测，哪怕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们讳莫如深，不知陆先生可否和我分享一二？圈子？会有个屁的圈子啊！看着李玉珍直勾勾的眼神，我大脑疯狂翻动着那2份情报，片刻后挤出笑容，硬着头皮开口：那是个不被阳光照射的地方。李玉珍吃人的眸子死死盯着我，然后将这句话复述了一遍：那是个不被阳光照射的地方。一瞬间，我的汗毛根根竖起，于是在下一道甜品上来的空隙，赶紧找了个借口来到卫生间，用纸巾将身上的汗水擦拭干净。从刚才李玉珍的反应来看，她很可能认为我只是个提线木偶，背后真正的掌控者还没有露面。5分钟后，我平静从容地回到餐桌，这是目前处境来看最好的处理方法。面对质疑，千万不要试图去解释。吃完甜品后，李玉珍将我送到了小区门口，我目送奔驰远去后，才走进楼道。调查的怎么样了？禀报小姐，据调查，陆先生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
但大二时期有一段时间变得非常亢奋。如果他被某个组织招纳，那么极可能是这个时间段。闻言，李玉珍闭合上眼眸，脑海中闪过见到我的每一帧画面，许久后才在心底做出判断。而我刚回到出租屋，就迫不及待地从书柜后取出了那2封情报。李玉珍公司没有任何变化，曹小慧的消失也没人在意，而其他几位内奸也依旧在各自岗位上。我看着情报里的内容，瞳孔一缩，这个女人竟然想将计就计，等宋子文往川河公司泼满脏水，热度在全网达到顶点后再借势反转。按照正常的流程，李玉珍是能够成功，但可惜她注定会失败，因为情报中有一页明确表示，宋子文只要通过家族势力切断李玉珍已定好的海外货运物流公司，那么因为订单违约、商品毁坏等连锁反应，将会直接摧毁川河永无翻身的机会。在理清所有思绪后，我打开了第2份情报。中海海运集团创始人、曹门第3支话事人袁太平，在54岁时执行了一个养蛊计划，200人孤儿院每天只给10人份的餐食，孩子们为了活下去，开始互相残杀。而最终活下来的有个叫丁青的孩子，被袁太平收为了义子，成为了他最锋利的刀。几十年替袁太平抛头颅洒热血，但丁青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个他曾经最为信任的义父，竟然就是杀死自己妻儿的幕后黑手。看到这里，我突然变得亢奋了起来。只要把这份情报告诉丁青，借他之手除掉袁太平，成为集团新任话事人，就有办法帮李玉珍解决物流危机，也会借此消除他对我的怀疑和调查。第2天夜里，我来到了丁青的酒吧。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要见丁青先生。不多会，男人便再次出现，将我带到了一处包间。我深吸一口气，还未来得及打量屋内的人员，一道高大身影便突然出现眼前，紧接着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脑袋，将房门中央的玻璃撞成了粉碎。一瞬间，鲜红的血液从我后脑流出，一阵恍惚后才看清面前的中年人，那是一位如同被激怒的野兽。疼痛、恐惧和害怕顿时冲上心头，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因为此刻的遭遇是我有意推动的。我看向丁青，露出怜悯的笑容。丁青，你可知道楚门的世界？丁青神情不变，心里压着怒火，他想抓住我的脑袋继续的撞击，但他依旧松开了手。你想说什么？你可知道因为这个你接下来要付出什么？话音未落，丁青的几名下属青筋暴起，眼看就要上前，却被丁青抬手阻止。我拨开人群，走到沙发前坐下，饮下一杯香槟后冷声开口，我建议屋里的人最好都收起手机，按他说的做。不一会，在座的男男女女都交出了手机，但我仍然没有满意，而是看向另一位中年男人。这次丁青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那男人是他最信任的好友，2个人是彼此给对方挡过刀卖过命的兄弟。这时中年男人喊了声青子，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拍在了茶几上。丁青走到我身旁坐了下来，不说出个一二来，今晚你走不出这间屋子。我给各位说一个故事，它有2个视角。第一个视角，1996年冬，14岁的孤儿快要死了。我将话语拉长，带着些故事感。屋子里大多数人都不明所以的听着，只丁青眼皮轻跳，以及另一位中年人若有所思。那年常常给孤儿们发过冬物资的福利院缩减了给孤儿们的供给，也不知是从谁开始的。想要活下去，就得如猎狗在彼此间抢食。整个中海的孤儿们开始被动的抱团，而那个14岁的孤儿把他仅有的食物偷偷塞给了一位被抢去食物的虚弱同伴，然后独自一人扎进城市与其他团伙抢食。可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孤儿还是失手了。可在他眼前的光芒快要消失时，一道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身前。故事说到这里后，我不再言语。在发现丁青依旧没有变化后，我讲述起了第2个视角。他54岁，在1996年的冬天，中海提出了养蛊计划，于是他所在势力的福利院开始缩减当年冬天的孤儿物资。可怜的孩子们想要活着，必须从其余的孤儿手里抢食。与此同时，那个男人撒下了探子，仔细观察着每一位在这场掠夺里表现最精彩的苗子。话音一落，一直平静的丁青猛然抬头，他眼睛自裂，一根根血丝爬出，而我脸上却挂着淡淡的浅笑。丁青暴走的情绪突然克制了下来。幼年时的那个寒冬是他的噩梦，哪怕是今天，他也常常会做梦，梦见饿死的大鸭，梦见为保护他们食物被生生打死的铁柱。原爷是他最尊敬的人，与其有救命之恩，是在他最绝望时照进的一束光。丁青重新垂下头，大口地吃着果盘。而这时我再次开口，我再给各位说一个故事，依旧是2个视角。第1个视角，14岁的孤儿已经长大，他的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可30岁那年遭到了暗算。而就在他栽倒在一条巷子里等待死亡时，巷子口身着白色长裙的清丽姑娘
倒映在眼底。在那之后，他们一起结婚生子，这好像是个不错的结局。但还有第二视角，那个男人凭借养蛊计划吸纳大量人才，成功坐上了画室人的位置。那个男人开始对30岁的杨子忌惮，于是在5年之后，杨子的妻儿莫名死在了仇家手中。最后2句话在包间里炸响，丁青眼中闪过复杂、疯狂和扭曲。你说的可是真的？袁岩是被他视为父亲的男人，他从没有怀疑过后者一丝一毫。他这辈子为老爷子挡了太多刀枪，他对那个位置从没有过觊觎。我没有回话，而是摇晃着就被身子向后靠，然后没有掩饰的龇牙咧嘴。丁先生下的手可真是够狠的。这时我已经进入到了表演的状态，彻底成为了一个神秘的情报商人。见状，丁青压低声音郑重开口：“我给先生赔罪。”说罢，抄起手边的香槟酒瓶，朝自己脑门狠狠地砸了上去。看到这一幕，我面无表情吐出2个字：不够。丁青听见一言不发，沉默地面对着我。他攥紧拳头，紧跟着膝盖微微弯曲，可他如何也跪不下。丁青这一辈子从猎狗走出，靠的就是这份傲骨和自尊。就算曾经最崇敬的养父袁业亦不曾跪过，可能这也是袁业忌惮他的原因之一。但片刻后，丁青重重跪在了我面前，只见他垂下头，身子轻轻颤抖道：“求先生告诉我，中海海运集团第2把交易。”丁青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中年男人，一种别样的美妙感受开始在他身体里弥漫。于是我把玩着高脚杯，低声念说着：“你想确认的话，为何不问问你的好兄弟？”丁青猛地抬头，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然后看向不远处的好兄弟袁立军。袁立军见状，嘴唇颤了颤：“青哥，我没有。”他和丁青是一起从孤儿走出，几十年2人都愿意把后背交给对方。这时我看向袁立军，眯了眯眼睛：“你可记得蒋女士与女儿出事的前一天，你和袁爷说了些什么啊？”袁立军嘴唇忽地颤抖，好像想起了什么。真是我害死了我最好兄弟的妻女。丁青只一看到这反应，便什么都明白了。他抓起方才被敲碎的香槟头，将袁立军死死压在了墙角。袁立军迎着丁青的目光，没有反抗也没有解释，泪水就不断顺着眼角滑落。这一刻，袁立军渴望死，渴望生命终结在丁青的手里，似乎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能好受点。我的指尖依旧在扣起着高脚杯，看着面前2位大佬的对峙，内心在呐喊、兴奋和咆哮。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小职员，却一手让中海海运集团的丁青和袁立军打生打死。而后我嘴角轻扬，死还是活？话音未落，就见丁青紧攥着的酒瓶往袁立军脖子迅猛扎去。袁立军依旧没有躲，只是嘴唇蠕动，做出了对不起的口型，然后闭上双眼，迎接着死亡。就在我感叹自己仅用2次情报就见证2次凶杀现场时，尖锐的瓶渣却从袁立军的喉咙前移开，只在喉结处留下了一刀不深不浅的血迹。丁青眼睛猩红地盯着袁立军：“你我兄弟，从此一刀2断，我欠你的我会还，你想要什么？”我带着浅笑看着屋子里其他人：“以你的能力，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这一脉新任画室人的选举正巧在玉珍大促前一天，我给你时间考虑，今晚12点前我会等你的电话。”言罢，我拎起公文包，拍了拍他肩膀：“不用送了。”随后在走廊2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强忍着紧张，顺利走出了酒吧。紧接着立马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将我一头带血的脑袋没有多问，便一脚油门朝医院驶去。而就在这时，几辆车子跟了上来。奢华酒店顶级套房内，李玉珍站在窗边，对着电话冷声开口：“他去见了丁青。”而等挂断电话后，几张照片映入在女人眼里，那是我后脑染血从戒色酒吧走出的画面。同时寂静的酒吧包间内，丁青仰躺在沙发上，自嘲地笑了一声：“李玉珍吗？他们想要什么？盯上了中海海运集团，还是……”想到这里，丁青突然狰狞了起来：“你们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依云、珍珍，我给你们报仇。”此时我刚到医院处理伤口，便接到了丁青打来的电话。半夜3点，我回到了出租屋，在确认门缝离开时，放的头发丝还在，这才放下警惕，推门走进卧室。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书柜，果不其然，第3封情报又出现了。这是另一位大佬事无巨细的人生。袁太平、丁青再恐怖，杀人也得见血，但是这一位却不用。我整合信息后推断出，李玉珍在年终大促时将遇见3大巨变，分别是海运物流、宣传口以及流量资源。如果说袁太平麾下代表的是海运，那么这一份情报代表的就是宣传口。第2天一早，我来到了保时捷中心，刚从李玉珍手里获得1000万时，根本不敢花，生怕被他发现自己狼皮下的弱小。可在见了丁青后，便不再有这个顾忌。此刻一位女销售坐在后座向我介绍卖点，鼻子清秀，闻到了对方不断传来的香水味。于是我推了推眼镜，将掌心贴在了女销售丰腴的腿上。女人身体皱得一紧，俏脸一下子耷拉了下来。这时我立马脱口而出：“
这辆车我要了，全款刷卡。女销售惊疑的目光立刻溢出笑容。好，先生您稍等，我这就去。片刻后，女人再次回到后座，然后将车门给主动关了起来。先生，您看您想要些什么配置？这个我就不看了，我只要最好最贵的顶配版。名叫李英的女销售正瞳孔一震。2021款 Turbos 行政加长版 4.0T， 总价2748385元。我接过笔，没有一丝停顿，签下合同，呼吸间就花掉了将近300万。而后我在女人唇边画了个圈，30秒后，我拎着公文包从保健室中心走出，回想起方才的经历，皱眉吐出2个字：没发挥好。与此同时，丁青已经开始行动，他一早就驱车来到袁太平别墅门口，看着眼前曾被尊敬唤贾爷的管家老人，丁青眼眸深处血色涌出。可当车子停稳，直接川剧变脸，一把搂住老爷子的肩膀，爽朗开口：哈哈。贾爷，身体还好吧？我可好得很，丁少爷，你有一阵子没来了。这不就来了？我可想死你和袁爷了。随后双手插兜，跟在贾爷的身后，眼睛里虽还溢着吊儿郎当的笑容，但眸子深处却在回想起陆平说的话语。贾爷是袁老爷子最信任的人，也是最了解袁老爷子手段的存在。这时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回廊院落，丁青从一位位黑衣保镖的身上掠过后，随意开口：老爷子还是这么怕死。而当他刚走进中式花园，还未靠近时，就听见了一连串银铃般的欢笑声。只见袁爷躺在躺椅，一位金丝眼睛的儒雅中年男人给他沏茶，而不远的角落，袁爷的小孙子在花坛前嬉戏，气质典雅的女人守候在身侧，他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儿子。丁青半注视着这儿孙环父慈子孝的景象，看见此刻丁青脸上露出恭敬笑容，袁爷神情骤却的一变，沙哑开口：娟儿，你带座新鲜下去。可突然丁青却闯入了园林之中，然后展开双臂将小新座举在头顶。小家伙最近可是变沉了，就要长成大家伙了。而在他抱起孩子的瞬间，不动如山的老爷子下意识地紧绷起身体，斯文儒雅的中年男人反应到最少是平静地看着自己抱起他的儿子，而娟姐表现得最为紧张，张开双手，目光时刻在丁青怀里的孩子。瞟见这一幕后，丁青内心暗暗道：袁爷啊袁爷，您终究是老了。但脸上却是不动神色，笑着把孩子放下，拍了拍后者的脑袋：娟姐，带小座新下去吧。这时贾爷唤佣人搬来椅子放在袁爷旁边，丁青走近坐下后，袁爷起身瞥了他一眼：脑袋头怎么回事？丁青摸了摸头上的纱布，满不在乎：昨天喝多了，栽了一跟头。袁太平没怀疑，抬高声音呵斥了一句：你也注意点形象，我们这一支的脸都要被你这个青爷丢干净了。怎么会？现在谁还记得我？现在整个曹门圈子里，谁人不知中海海运集团未来的话事人是从国外归来的海归精英，可不是我们这种从臭水沟摸爬滚打起来的混混。话音落下，长满老年斑的袁业露出了些笑容。女婿宋宇逐步接管丁青手下势力，即将上位的过程让他满意。这时儒雅男人斟满一杯茶递给丁青：青哥过誉了，未来的中海海运还需要我们俩兄弟一起努力。丁青目光迎向宋宇望来的眸子，然后手指故意不小心的颤抖，滚烫的茶水将宋宇的手指烧得通红。宋宇没有做出任何激烈反应，依旧保持着那份儒雅。这时只听丁青一脸着急的表情：抱歉，手没拿稳。而后丁青拿起杯盖拨了拨茶汤，低头喝茶的动作遮住了眼神。接下来一段时间他没有再继续试探，只和平日一样吊儿郎当颓废模样。过了好一阵子，忽然看向一旁的贾爷：袁爷，上次给我的那个酒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再匀给我几瓶。袁爷，可以的吧？见袁太平点了点头后，丁青起身朝袁爷双手合十拜了一下，然后混不吝地跟在了老管家身后。而当他转身以后，袁爷与宋宇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背影，然后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进入囚教后，丁青脚步倏地停顿，老管家闻言转身疑惑地看向丁青，可丁少爷3次还未说完，丁青掏出手机，皮笑肉不笑：我给贾爷准备了个礼物。贾爷看向屏幕后，心头一惊，画面中他最宠爱的孙子被捆绑着，带着嘶哑的哭腔不断喊着：爷爷救我！贾爷眼睛自裂，直勾勾看向丁青。丁青看着贾爷，眼眶通红：贾爷，你也会感到心疼吗？珍珍当时才5岁啊，她也会甜甜的喊你贾爷爷吧？你忘了吗？老管家贾爷先是一惊，紧跟着整个人又平静了下来。我没有。当年他虽然没有参与丁青妻女的事件，却也全程注视了整个过程。丁青看着老管家冷喝一声：你肯定在想，哪怕是袁爷也不会知道他们一家，可我为什么知道他们一家的消息吧？看着孙子又被歹徒划出一道伤口，贾爷瞳孔一颤，
带着颤音哀求：“停下，你让他停下。”可丁青却嬉笑地继续说着：“从依云和真真离开以后整整5年，我一直在调查那天为什么这么巧。”说到这里，他猛然看向贾言，脸上的狰狞变成了浓浓的嘲笑。在这个过程，我查到了些有趣的信息。贾言，你从13岁开始就跟着袁烨，你们是主仆，却更是兄弟。而在这个家庭之前，你还曾有过另一段感情，另一个家庭。可他们为什么会在同一天死去？我是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几十年前在那间出租屋里，是袁太平亲手杀死了你当时只有23岁的妻子和儿子。他想要以此来离间两人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情报中显示，袁太平猜疑心极重，这一辈子几乎不相信任何人，却唯独将贾守东当成视如己出的亲兄弟。当年贾爷妻子遇害，袁爷也曾真的愤怒和痛苦，但丁青才不管真相究竟如何，直接把屎盆子扣在了袁爷头上。管家贾爷嘴唇轻颤，想要反驳，却被丁青直接打断。那你为何要将第二任家庭送在外面去养，甚至有意的在瞒着袁太平？闻言，贾爷瞬间呆住。他见证过袁爷太多的事情，但二子弹出后，他真的怕了。丁青不给贾爷反应的时间持续输出。你又可知我为何能查到他们的信息？我只是盯着袁太平便找到了他们。而事实是，贾爷有段日子出了纰漏，袁太平缜密调查后知晓了贾爷藏着的儿子，但并没有打扰，反而替他清扫了抽屉。蒙在鼓里的贾爷一时语塞，他知道这是袁太平能做到的程度。突然，丁青睁大眼睛高喊道：“你以为他们逃得掉？他们早晚都会死在袁爷手中。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此刻我刚下班，从大厦内出来，一辆网约车就停在了我脚下。来开车门，发现丁青赫然坐在后座。我瞟了一眼后座，进展如何？闻言，丁青细细汇报着下午的经历。我录了贾爷的视频，他说出了袁爷许多只有他知道的秘密。我指尖不断叩击着车门旁的手托，当书柜里刷出袁太平的情报，打算扶持丁青上位起，我的路就只剩下一条，只要成功，我将会拥有一支相对可信的力量。想到这里，我保持住淡漠的神情。还有10天就要投票了，说说那12位董事。自从依云出事后，我已经5年不掌权，现在只有李老爷子能直接拉拢，除去沧海荣和蔡勇2个墙头草，其余9人全是袁太平的铁粉。现在可以试图去拉拢陈福汉和暴君。我没有直接给出回应，而是不断回想着袁太平的情报。在车厢陷入一阵寂静之后，我道出了袁太平掌控这2人的秘密和资料，但没有提供任何观点上的倾向，只让丁青自己去分析决定。毕竟丁青曾经能走到那个位置，他的决策能力和手段远超我这个普职员。路过一片繁华住宅区时，我再次开口：“就到这里吧，靠边停车。”丁青的绝对心腹闻言看了一眼老大，得到应允后才缓缓地靠边停下车子，而我下车后朝四周大亮了一挥，在确定方向后才迈步离开。这次我准备去看看一位姑娘。第3份情报里，一位微不足道的姑娘，那个姑娘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网红，由于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被媒体大亨底下的水军恶意爆料造黄谣，一系列的内容将姑娘从天堂打落地狱。因此在接触第3封情报中的大佬前，我想具体的感受什么叫杀人不见血。经过16层电梯和10层徒步艰难爬行后，轻轻敲响2603的房门。王安琪。屋内白裙姑娘身子一抖，因为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我相信你，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先开一下门。我相信你这4个字让姑娘心头一动。王安琪深吸口气，闪烁出希冀，拉开房门，而后门缝中出现一双惊恐爬满血丝的眼睛。我露出温和的笑容，再次安慰道：“我有办法，可以让我进去吗？”王安琪想要拒绝，但走廊的脚步声突然让她受惊，下意识便朝屋里跑去，投入黑暗。见状，我迈步而入，然后将房门关上。屋子黑的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于是我掏出手机打量着房间，发现所有能够发出光芒的设备被全部断电，哪怕是饮水机、冰箱上的光点都看不到。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体会到权柄者所能够缔造出的手段。而后我走到沙发前，张开双手细声道：“安琪，不要怕，我是来拯救你的。”说罢，我也一屁股坐了下来。黑暗里百万粉丝的变装网红春夏以极快的速度对我产生了辱没，像猫一样缩起身子，将脑袋枕在我腿上。我轻抚过女孩的长发，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点个外卖，喝点粥养养胃。片刻后，响起了细若蚊蝇般的回答。点好外卖后，我将春夏的脑袋轻轻挪开，然后起身按开了廊道的侧灯，温润的光芒顷刻间充盈于整个屋子里。可突然，春夏间发出一声尖叫，但在鼓励声中，女孩缓缓抬起头，那是一张绝美的古典瓜子脸，梨花带雨的模样如林黛玉般娇小，心中下意识地生出4字感慨：好精致的小乳鸽。
随后我又亲自给春夏喂了粥，在确认对方的情绪稳定后，这才起身离开。走在寒冷的街头，我思索着第3封情报中的媒体大佬薛华清。1997年就读光华大学新闻系，手下掌控着一支规模数十万的网络水军，但一时间却找不到切入点，必须得搞清他渴望和惧怕的东西。与此同时，一间古典书房内，正在胯下忙碌的秘书被一通电话打断，女人直接按下公放，冷冷开口：喂，哪位？请问可是薛董的秘书？我们这有个大单子需要和薛董直接对接。我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业务，才能向薛董汇报。但油滑中年人口风很紧，什么也没透露。秘书在薛华清的示意下，不断和那位反复拉扯，才表明大老板愿意和薛董亲自进行视频会议。10分钟后，秘书点开一条视频链接，然后恭敬地走出书房。薛华清半眯起眼睛看着视频页面，透过那几座地标性的建筑，薛华清很快就认了出来，阳城，赵国的第2大经济中心。这时一位英俊的青年人缓缓走进摄像头，薛华清没有认出对方的身份，却注意到了他手腕上价值7815万的百达翡丽。这时青年人推了推眼镜，淡淡开口：薛先生久仰大名，宋家宋子文。薛华清神情不变，但瞳孔急剧收缩。宋家麾下的经济规模超过万亿，是赵国当之无愧的顶级财阀家族。薛华清念头流转，脸上却没有表现出分毫。原来是宋公子，不知道宋公子找到在下所为何事？过上几天，我麾下企业有新产品上市，劳烦薛先生提携。能攀附上宋家，是所有打工人的终极梦想。因此，薛华清拱了拱手，笑容绽开。宋公子需要，薛某定当竭力相助。几分钟后，电话视频挂断。宋子文反手将笔记本摔成粉碎，然后看向一旁不敢言语的秘书：说说李玉珍吧。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只是曹秘书被李小姐调走了，可能是发现了些什么。3天前，李小姐在外滩西餐厅与一位男性共进了午餐，只是那位男性的身份我们还没调查到，应当是李小姐的人把信息处理了干净。话音一落，刚换上的电脑又被砸成碎片，然后又一把薅住秘书头发，带着头皮将他整个脸颊按在了桌面。秘书身体浑身颤抖，却不敢反抗分毫。片刻后，宋子文在女人脸上啐了口唾沫：吩咐下去，我要找到和李玉珍一起吃饭的那个男人。此刻我正在出租屋阅读薛华清的情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理清了薛华清的人物弱点和需求。现如今，只要顺利扶持丁清上位，再成功将薛华清拉拢过来，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报组织。想到这里，我立马给丁清打去了电话。丁清挂断电话后，半眯着眼睛，然后带着2位心腹离开了酒吧。另一边，薛华清正坐在车后座闭目休息，可突然副驾驶女秘书大喝一声。薛华清见女人如此的慌张，蓦地睁开眼睛，前后2辆黑车将他夹在中间，紧接着砰的一声遭到了猛烈撞击。薛华清抓住斧柄，面容严肃，心里快速思索到底惹上了哪个纹身。而这时，丁清摇下车窗盯着薛华清，薛华清脑子一瞬间涌入诸多疑问：怎么是丁清？中海海运集团或者曹门，他们和宋家宋子文有合作？不对，丁清不是早就不管事了？他抓着手机想要打求救电话，可隧道里压根没信号，拨打不出。见状，丁清将一只手机从外面丢了进来。薛华清看着那手机弯腰探出，刚拿在手里刺耳的铃声随之响起。他看了一眼叼着烟将手机附在耳边的丁清：喂，你们想干什么？有一位先生想要见你，先生让我给你带句话：拥有情报等于拥有权利，如果没有，那便是情报还不够充实。然后主动挂断电话，升起了车窗。薛华清闻言睁大眼睛，身子骤地一颤，跟上左边这辆车子。这时我坐进了一辆白色的轿车里，在那安静声中，心脏有力急促地跳动着。我闭合着眼眸，试图放松自己。这一次需要在丁清与薛华清2位大佬面前进行表演，任何一段的破绽都可能引起1位或者2位的怀疑。他们1位是中海市曹门第3支2把手，1位是掌控着喉舌力量的无冕之王。可如果不这样做，很难震慑住薛华清。随后车子驶进了一家私人茶馆地下车库，我跟在中年司机身后步入电梯。茶馆门前，2个保镖恭敬地推开房门，坐在客厅位置的丁清立马起身，然后看向我的方向，微微躬身：先生。坐在另一边的薛华清立马循声看去，在注意到丁清的反应后，他看不懂刚走进的这位青年人，普通职场工装还拎着公文包，乍一看像是卖保险的，可在这样的场景下，普通就是最大的不普通。于是薛华清也连忙恭敬开口。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当这2束目光落在我身上的刹那，我内心有多么的不安和惶恐，但此刻必须要按照人设去走。还未走到沙发前，我便浅笑着探出手说道：坐，都坐下，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丁清恭敬：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时间上差不多。薛华清观察着2人，他打算以不变应万变，
我收回看向丁青的目光，转而向薛华清望去，脸上的笑容立刻变成了冰冷和责备。薛华清心里咯噔一声，见到我冰冷地望着他，却什么都不说，男人胳膊上汗毛顿时根根竖起。这时我突然用温和的话语声开口：你们好大的胆子，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有个妹妹，险些被你手下的水军逼死。闻言，薛华清脑袋一懵，敢问先生的妹妹是个小主播罢了，一个叫春夏的小姑娘。也许薛先生已经不记得这么个小订单了。百辉集团董事蔡正辉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蔡晓光，还有他的狐朋狗友陈诚、雷宏宇委托给你发的委托。薛华清脸色诚惶诚恐，猛然起身朝我鞠躬，请先生恕罪，薛某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向令妹致歉。我从怀里取出眼镜布，轻轻擦拭着眼镜，听见对方的话语后轻笑了一声。代价？如果不是我收到消息他已经死了，他才23岁。我的神态语态都平静的可怕。薛华清额前冒出细密的汗水，坐在旁边的丁青立刻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把真理对准薛华清脑门。我看向丁青，抬了抬手，坐下，不要这么暴力。这样吧，你在杭城有个初恋，他是杭城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会把同样的手段施加到他的身上，他会身败名裂，被同事家人唾弃，他的整个世界都将被黑暗笼罩，如此这件事便就此翻篇了。在薛华清的情报里，他这位初恋女友对其有极重要的影响，哪怕多年不联系，却也在默默关注着对方。于其而言，这位初恋女友才是他最在意的。薛华清突然睁大眼睛，急促地喘息了起来。薛华清嘴唇哆嗦，用哀求的语气说着：“不要。”而我看着薛华清，并没有为他表现出的惶恐哀求影响，依旧在从容地喝茶，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薛华清，就好像是在看着小丑在表演。似乎察觉到了这一点，薛华清缓缓收敛起了情绪，心头不断思索陆先生究竟是何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所窥破。这样的存在为何会找到我？昨夜岭南宋家宋子文刚找上我，今晚我就被这位陆先生盯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薛华清感觉自己被卷入了一场大人物间的博弈，而他偶然地成为了这场博弈里的棋子。于是薛华清理了理衣袖衣着，重新站直身体，看向陆平，拱手沉声道：“请先生开门见山，薛某愿为先生马前卒。”此刻他神情严肃，哪里还有方才的不安失态？我看着后者的反应，心里开始感慨，这些大人物大多都是老戏骨，对于个人情绪的收放全部在一念之间。如果不是确信情报里的内容，可能就真的被他给糊弄过去了。这时我噙着笑意点向一旁的丁青，他你可认识？丁爷大名如雷贯耳，中海海运集团，或者说曹门，可否为你提供庇护？话音刚落，薛华清神情一顿。虽然中海集团还不能够做他的庇护者，但曹门既不属于真正的顶层实力，也未是权贵圈子的末流，对薛华清和麾下的新传媒力量来说恰到好处。如果是曹门，自然可以。只是薛华清念头流转，他又露出迟疑，因为圈子里人尽皆知，曹门第3支2把手丁青早就被原野给废了。这时我恰逢时机，给他来了一粒定心丸。还有10几天便到腊月18了，丁青会给先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吧？丁青必不负先生厚望。薛华清看着两人对话的反应，便知道曹门第3分支话事人选举要出大变故。于是薛华清再次向我和丁青躬身，含笑开口：“薛某等候青爷好消息的那天。”这么一承诺，三人的气氛骤地舒缓了下来。可薛华清突然话锋一转：“先生，我手里有一些闲钱要做个投资。”薛华清不疾不徐地说着，眸子则在不着痕迹地观察着我。我比较看好一个项目，那便是川河文化传媒公司即将开始的年终大促。我很看好川河的未来，但又担心出现些变故。他这番话语实则也是在试探。我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端起茶杯，透过热气盯着对方，忽地开口：“宋子文联系了你。”先生，您认识宋公子？不认识。薛先生问我投资，我不太懂这个行当，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与你一样很看好川河的发展。这句话语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薛华清非常识趣，没有再追问。随后我看向一旁的丁青，沉声道：“今天的小叙就到这里吧。丁青，送薛先生回去休息。”薛华清当即起身，拱手道了告辞，由丁青一路送进了他那辆挂彩的座驾。看着两人离开了茶室，我长呼一口气，紧绷的情绪舒缓了不少，但心脏跃动依旧的很快，整个背脊都已经被汗透了。但好在穿着的西服外套将衬衫遮掩住。想到这里，我必须要在夏天前把心理素质提高上去，否则到夏天时，人家一看你汗流浃背的模样，就什么都明白了。很快，丁青的脚步声在耳边响起：“先生，可要旁观接下来的活动？”几分钟后，我坐在了一辆黑色轿车后排，但心中却开始抓狂呐喊：“不是，我是疯了，我怎么就答应了？我应该是要回家的。停车！”
停车，我要回家。直到车子平稳地驶进夜色里，变化的红绿信号灯才让我的心绪重新平复。见识世面总归是好事，而且我只是旁观。大约20分钟，车子再一次开进了一处地下车库，随后从内部电梯来到了金碧辉煌的洗浴中心。走在核心区域的上层，透过跃层能够看向楼下一位位身材曼妙的姑娘列成一队，双手放在腰间，露出修长的玉腿，从不同包间走出。随后丁青将我带到了一间隔层，透过监控能清清楚楚看到套房里的内容。不多会，房门被推开，一个披着浴袍的老人走了进来。此人名叫陈福汉，中海海运集团12位董事之一。陈福汉嘴里咬着烟，哈哈大笑，搂着个比他孙女还小的女人。青子，你可好久没找汉爷了，怎么不会惦记上汉爷手里的那一票了吧？丁青哈哈一笑，是的呢，汉爷。话音落下，前一秒还大声笑着的陈福汉突然收敛了笑容，老家伙用一双锐利的眸子盯向了丁青，犹如凝滞一般的气氛升腾。青子，我可以当你刚刚没说过那句话。说罢，他脸上重新挂上笑容，伸手拍了拍丁青的肩膀，来，陪汉爷喝2杯。咱们爷俩可有几年没一起喝酒了？我陪汉爷喝。只是他没有接过老爷子手里的酒杯，而是直接拿起酒瓶仰头灌了起来。陈福汉见状连连喝彩，好，不愧是青子，还有当年的风范。丁青抹了把嘴角，一双泛红的眼睛看向陈福汉。汉爷，我不甘心，你说袁爷要那个位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我不在乎那个位置，可是他为什么要杀了依云？要杀了真真？真真才5岁啊，5岁啊！青子，话可不能乱说。汉爷，你是知道我有多尊敬袁爷的。且不说这个吧，就说中海海运集团如今公认的新化世人宋宇，他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人才。可精英人才只利好他袁太平和中海海运集团，却不一定利好我们。我们不过是群从臭水沟里打拼起来的老家伙。宋宇最近在各处演讲发表讲话，他不断强调自己上任以后会将这艘航母驶向何方。陈福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他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反馈，只是眯起眼睛。于是丁青神情肃穆，继续说道：我敢说，宋宇上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我们这些从泥泞里挣扎出来的老家伙。直到最后一句话道出后，陈福汉脸上的神情终于出现了变化，而随着丁青的话语不断能深入，陈福汉喘息隐约变得急促，他那肥腻的老脸额前冒出汗水。汉爷，你责备我话不能乱说，可我告诉你，袁太平在每一个人身边都安装了炸弹。你应该记得，在2年前，我第3支中海海运集团出了件大事，曹门总坛发现吃里扒外的恶性事件，有我敌对势力通过我们的渠道从东南亚走私到赵国，当时总坛震怒。丁青在很多内容上点到即止，他又把话语转向另一个方向。陈福汉的思绪被带动着勾向2年前，老人肥腻的脸庞神色变化。你可知道这件事情是由谁推动的？谁？建安哥。陈福汉汗毛一根根炸起，如老虎般的目光望向丁青。丁青看着陈福汉缓缓开口，但建安哥却是在袁太平有意的推动下做出了这一切，也是由袁太平替建安哥扫除了破绽，推替死鬼上去。听到这里，陈福汉再没了替袁爷解释的声音。我注视着这一切，眼皮疯狂跳动。丁青对话的节奏拿捏的实在太好，如果能刷新出情报的是丁青，还不知道后者能做到什么程度。随后第2位董事鲍军被陈福汉邀请，带着保镖走进了包厢。只见丁青笑着站起身，紧接着从怀里掏出枪，扣动扳机。鲍军身子僵在原地，背脊瞬间发凉，同时身后的中年保镖眉心染血，睁圆着眼睛栽倒在了地上。7分钟后，白色凯拉迪克从天上人间娱乐会所开出，我与丁青并肩坐在后排座位，看似从容，但实则身体紧绷。方才丁青表现的凶厉，虽在文字里阅读过，但直接的目睹后依旧为之震颤。我故意打了个哈欠，透过后视镜不着痕迹地打量了眼丁青。这位曾活在楚门世界里的男人微低垂着头，面无表情地端坐着，许是察觉到了被人注视的目光。丁青猛地抬起头，一双摄人的眼神透过后视镜与我直视，他凶厉的眼神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尊敬的颔首。最后车子停在陆平租住的老式小区，当我下车走出一段距离时，站在车门前的丁青忽然又喊了声：先生，多亏了有你。我摆了摆手也没回应，继续往小区里走去。回到房间后，张开双臂，迎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目前搞定了2位董事，距离春夏大促越来越近了。想想那黑暗里汹涌的博弈，我便兴奋紧张，期待战力。就这般将头埋在枕头里好一阵子，才起身放轻脚步走到书柜旁，拉开柜门，取出了那一封刚刷新出的情报，没有拆开，丢在了书桌上，然后后退一步，开始做起了俯卧撑。而另一边黑暗房间中的春夏，手指颤抖着伸向屏幕，指尖拨动许多的消息映入在眼底。更新一则通报，
造谣编辑、假消息、P 图，春夏的造谣团伙已经被捕捉在案。分析贴、所有剪辑、拼接视频以及 P 图的原作全部在这里。我就知道春夏小姐姐绝不是那样的人，那些图片一看就是假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最近几个月人设崩塌的博主实在太多了，总之全是我的错。无数道歉的评论，所有造谣视频似乎在几个小时间全部消失不见。手机前柔弱的女孩捂住了嘴巴，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滚落。片刻后，她情绪失控，嚎啕大哭。今天是跨年前夕，距离中海集团话事人选举还剩3天。此刻我正坐在咖啡厅的一角。不久后，一位卷发大妈推门而入。当她看见我后，脸上立刻露出喜色。小陆最近发财了，350万说拿就拿。她原本是不打算卖老房子的，但我开出的价位比市场价高出了50万。张阿姨掏出合同正要签字，动作又突然停住，眼神狐疑地问道：小陆，你不是收到什么消息了吧？你跟阿姨说说那块区域，难不成是要拆迁，还是要把旁边的学校划成学区？张阿姨，我那个合作室有下名单，你知道的吧？明白了，明白了。你们这些小年轻追姑娘的手笔是越来越大了。签字收款后，便起身匆匆离开了。这时，我收回目光，看向面前的购房合同，内心生出一种微妙的感觉。爸妈，我买房了。在我上大学时就没有家了，父母在一场意外中离去，记得母亲在弥留际抓着我的手，两行清泪从眼角不断滚落。我知道那是他们放不下。随后我收起心绪，露出笑容。以后我还会有更奢华的房子，可能是位于黄浦江顶级大平层，也可能是汤臣一品的楼王，或者是位于静安的老洋房，但可能任何一栋房子都难以让我拥有此刻的感觉。时间很快来到腊月22，明天是曹门第3支话事人选举仪式，而7天后则是川河年终大促。如今大街小巷都是川河大促的广告。这些天我没有着手去使用第4封情报，只反复研究着已经旧情报中刷新的信息。这时我刚走进公司，大师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瓶子，一会儿和我去趟川河，最后汇报一次工作，我们就可以休息等过年了。我点头淡淡的应了一声，但这一次不仅没看见李玉珍，连广告部总管林秋月都没有见到。负责交接工作的是一位长相普通的主管。而在离开川河回到办公室前，我的手机突然传来一阵声响，手机那头是丁青打来的，正抱着2束花玩具站在一处靠山面水的坟前。先生，12位董事我还只拉到5票，剩余有至少3票，我会在投票前拿下。袁太平没注意到你吧？贾爷那边递来的消息，袁太平和宋宇已经完全不将我放在眼里了。毕竟谁会把一个颓废了5年的失败者当作对手呢？电话随之被挂断。丁青站在墓碑前，青面露颓废，喃喃自语：依云，蒋太平能狠心把真真也杀死，可我却怎么也狠不下心杀死小作心啊。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中海海运集团大厦前，一位穿着套黑色中山装的老人在黑衣保镖的拥簇下踩在红毯上步入大厦，而后一支接一支的车队不断驶入，12位董事相继抵达。而在大厦对面马路的拉旧帕萨特中，一位不修边幅的老队长马安邦单手拿着面包，副驾驶位年轻的青年单手拿着望远镜咬了口面包，不满地骂道：师傅，你说谁能当选新任董事长和话事人？这不是来了。只见宋宇恭敬搀扶着袁太平往大厦走去，刚走出不远，袁太平突然停下了脚步，然后竟循着镜头向他看来，微微颔首。这老狗！可刚准备说些什么，眼神却陡然一凝，手里的望远镜也看向了另一个方位。只见不远处丁青的轿车正缓缓朝大厦靠近，红毯上宋宇唤了声：爸，他来做什么？别忘了，他还是中海海运集团名义上的2把手，也同样是候选人之一。这时那辆黑色的轿车已经停了下来，丁青双手插兜，吊儿郎当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他轻笑着打量一眼四周，先是向台阶上的老爷子和宋宇颔首，然后在望见马安邦时，丁青脸上的笑容更浓郁了几分，远远地冲这位老朋友挥起了胳膊，然后走到袁太平和宋宇跟前。袁爷，阿宇，抱歉啊抱歉，我昨晚睡得有点迟，一觉起来险些迟到了，那帮兔崽子没一个喊我的。袁太平找攥着拐杖，用力敲了敲地面。不上台面的东西。宋宇笑着唤了声亲哥，然后忙扶着老爷子离开。车里不修边幅的马安邦眉头皱起，不对劲，丁青有点不对劲。师傅，起风了。会议室内，长桌两侧坐着曹门第3支前任话事人袁太平，其继任者宋宇，另一位候选人曹荣以及丁青。而从总坛指派来的2位见证人坐在长桌一左一右两侧。此刻距离仪式开始还有最后15分钟。丁青打了个哈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他动静不小，引起了一双双目光的注视，然后吊儿郎当的笑着拱手抱拳。正与着手笑着聊些什么的袁太平循声望来，脸色铁青的瞪了一眼丁青。宋宇就坐在丁青正对面，
他那金丝边的眼镜后，看向丁青的眼神里充盈着讥笑。又过了5分钟，方才与袁爷聊天的总坛见证人屈指扣响了桌子。还有最后10分钟，请各位做好准备。一旦进入会议后，将不再允许饮水、电话、如厕等情况发生。会议室内气氛凝重的可怕，在座18人在中海海运集团，在曹门的地位都不低，那种从尸山血海里走出的气场倾泻而下。丁青半眯起眼睛，目光在12位董事之二陈福汉和鲍军的脸上掠过，这2人反应有些过度，肥腻的额前冒出细密汗水。总坛的见证人说是还可以自由活动，但这最后10分钟已然没有人说话。就在这时，12位董事中的一位怀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一双双目光齐刷刷看去。董事钱清源带着歉意连忙走到一侧。喂，不知他听见了些什么，钱清源声音骤得变高，神情难看，但不足1分钟便将电话挂断。董事钱清源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前，就好像是约定好的。钱清源刚坐下，另一位董事杜云清私人手机震动。杜云清的反应和钱清源的反应极相似，他同样走到一旁接通了电话。会议室里仿佛凝固的气氛里开始生出一些微妙，那12位老狐狸彼此有目光交织着，似乎是想要从后者的脸上看出些什么。董事杜云清收起手机，走回桌位，经过袁太平时，袁太平半眯着的眸子倏而睁开。云清，袁爷。杜云清坐下后，紧跟着第3通电话从董事季桂生的怀里传来。这连续的第3个电话彻底让气氛变得诡异。袁太平坐直了身体，如同垂目的猛虎，重新变得摄人与危险。紧接着，下一位董事季桂生的电话又响了。丁青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这最后3人最容易摇摆不定，只有在最后时刻骤然抓紧，结合着场面气氛的变化，威逼他们做出抉择才能成。色戒酒吧袁立军握着电话，沉声开口：季董事，我是袁立军。15年前你和杜云清的老婆发生关系，并诞生了一个小闺女杜胜男，但你可知道，你和杜云清老婆发生关系是被袁太平推动的。那天晚上，袁太平故意调开了杜云清，并在你们喝的酒水里放了药。会议开始，全场肃静，请各位把手机上交。黑衣保镖手里拖着托盘走进长桌，随着一步步手机被放进那红布里，黑色中山装老人庄严洪亮的声音回道：有请关二爷拜二爷。所有董事候选人纷纷起身，面朝关公像。仪式过后，没有太多的废话，直接进入到环节。候选人曹荣站起身，深吸了口气，沉声说道：我自愿退出候选人的身份。你可确定？曹荣垂下脑袋，颤颤开口：确定。曹荣坐下后，留在他身上的目光转而看向丁青。丁青耸了耸肩膀，脸上挂着笑容，撇了撇嘴：都看着我干什么？继续啊！这一句话语刚落下，袁太平眼神阴冷，直勾勾地盯着丁青。翅膀硬了，想要单飞了。宋宇推了推金丝边的眼镜，没有言语，气氛越来越凝重诡异。长桌四周几位董事老神在在，但更多的董事目光游离，哪怕是他们也不知道事件会向何处发展。这时，黑色中山装老人扣了扣桌子，全场肃静，会议继续。现在认为丁青更适合带领中海海运集团向前发展的，请举起你们的右手。随着老人话音落下，整个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寂静。丁青坐直了身体，袁太平震慑的眼神不断在几位董事间看去。这时，李维民老爷子举起右手开口：丁青。对于李维民的决策，袁太平和宋宇都不意外，只深深看了一眼李维民，便移开了目光。陈福汉老脸涨红，也举起了手。丁青。这接连的声音让袁太平眼睛陡地睁大，神情里露出不可置信。女婿宋宇虚伪的笑容僵硬在脸上。联想到会议开始前的3个电话，谁都能意识到变数正在发生。方才接通电话的钱清源与另外2人对视，他们仿佛看出了对方眼神里的惊异。果对方接到的电话和自己相当，那加上自己3人这票数，那就6票，已然占据了董事席一半。随后他们中的2人深吸了口气，在袁太平凶厉的威胁下，同时举起手。丁青。一开场丁青就得了5票，原本丁青提前联系后，还有些墙头草的2位董事也不再犹豫，纷纷举起右手支持丁青。最后接通电话的季桂生抬起了右手，目前以8票，超过半数。丁青不再遮掩，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目光从袁太平仿佛吃人的神情前移开，看向从一开始就被其定义为墙头草的2位董事。苍爷、蔡爷，该做决定了。丁青展现出不弱于袁太平的气场，2人身子一颤，他们互相对视就要举起手，可又迎面望见袁太平的凶狠手又放下。片刻后，2人还是颤颤巍巍地抬起了右手，也没抬头，也没报出名字，就这般僵硬住。丁青看向首位总坛见证人老爷子，老爷子在短暂的停顿后沉声报道：丁青10票，未投票者即视为反对。现在认为宋宇更适合带领中海海运集团向前发展的，
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宋宇1票，12票反对。落地窗外，阴沉了一整天的阴云，在一道闪电过后，下起了瓢泼的大雨。袁太平拄着拐杖，黑着脸，与女婿宋宇在黑衣保镖的拥簇下走出大厦，坐进车里。帕萨特内场，马恩邦抓着望远镜，注视着远处不断离开的车队，皱眉道：“出事了，真出事了！快，让组里调查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丁青，他这些年的颓废，只是在有意表演给袁太平看。哈哈，你这个老东西也有筋。”嘴边的话语戛然而止，脸上刚露出的笑容生生停住。原本他还想对这位老对手幸灾乐祸，可想到丁青蛰伏5年的手段和城府后，笑容无了。他和袁太平斗了一辈子，他也知道那是个多么难缠的老东西。此刻我望着窗外，手机突然响起。好，我知道了。同时，中海一间现代化的办公室，掌握着灰色领域、宣传领域的媒体大佬薛华兴低语道：“真的是丁青。”他没有陷入震惊太久，很快就将所有的情绪收敛。宋公子，抱歉，我真的有事帮不了您的忙了。丁青与总坛的长老挂断电话后，看向窗外的雨点和阴云，脸上挂着笑容，但眼神里却还没有放松。我站在窗前，望着雨幕下的大都会，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和丁青的交流，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连这些东西都能够调查得到。而另一边，丁青阔步往另一间会议室走去，可忽的他脚步突然停下，看了一眼拥簇在自己身边的人群，他突然心悸，头皮发麻。在坐上这个位置后，他对于那个身穿职业装、手拎公文包、举手投足间皆是普通职员气质的青年越发忌惮，或者说畏惧。自己能赢，不是因为自己手腕远强出袁太平，而是他在以上帝视角在下这盘棋。丁青站在会议室前，戴着黑框眼镜的女人匆忙走近，严肃道：“全体起立。”随着丁青步入，所有人齐刷刷唤道：“丁董事长。”丁青抬起手坐在首位，漫不经心地听着台前集团经理人讲话。同一时间，中海市东城区9间堂因身体抱恙而未跟在袁太平身旁的管家贾爷正闭目躺在躺椅上，哼唱着黄梅戏曲。但不知道过了多久，贾爷突然睁开眼睛，然后拿起了那只红色电话机，一通应该只有袁太平知晓的电话。2声嘟嘟声后：“我是贾守东，出事了！丁青的颓废全是假的。他私下里勾连了其余10位董事，篡取了宋宇的位置。袁爷让你带队截杀丁青，现在就出发。在行动前，你让人将所有通讯设备收起，包括你。袁爷怀疑你们中同样有卧底。另外，为避免总坛插手终止命令，在行动中即使袁爷或者我联系到你，你也不能接通电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冷声道：“知道了。”他没有理由怀疑贾爷，一方面他的号码应当只有袁爷知道，另一方面江湖上无人不知贾爷对袁爷的忠心。电话挂断后，贾爷继续拨出第2个号码。坐在车内的袁太平突然冲宋宇低吼道：“急什么？我再给你上最后一课，人活着才能做大佬，人死则万事休。”他经营了一辈子，岂是一场投票就能将他坐拥的权柄剥夺？只要丁青死了，宋宇一样能够继续上位。说罢，他拿起一部老式功能机，那是他麾下最精锐的力量，任何一位拎出来都有特种兵的军事素质。袁太平内心惊异，脸上却没有表露出分毫。挂断电话后再次拨出，依旧无人接听，换另一个号码，无人接听。袁太平脸色变化，他最引以为豪的尖兵竟与他完全失联。袁太平抓着电话给他其余手下拨去：“没事的，一定没事的。”他运筹帷幄了数10年，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恐惧。而此时我刚下班，正和同事张莹莹吃着东南亚美食，突然怀里的手机传来震动。闻言我拿起手机走出餐厅，笑容收敛，然后点开了屏幕里的链接。丁青第一视角的画面呈于眼前，一辆满是灰尘的面包车横在地下车库出口位置，一位位黑衣保镖将丁青围在中间。丁青眯着眼睛看向远处的身影，他从怀里抽出根给自己点上。与此同时，沉闷的枪声炸响。那黑色夹克的中年人身材并不太高，但2条胳膊很长，手掌极宽。在保镖扣下扳机的刹那，脚下发力，身形一晃，中年人贴在一辆轿车边，俯身鬼魅的以车子做护盾，疯狂穿行。长长的胳膊涌动，连带着身子如同铁鞭抽到门前，而后一巴掌将整个车门拆下，当作盾牌。子弹如雨点般打在车门上，男人就这么顶着火力朝丁青冲来。丁青看着这一幕，眼皮上跳。他是知道这些练传武的变态的，但这个圈子的人藏得极深，也基本都被大家族养着。但中年人又抓下一扇车门，顶在身前向丁青冲去时，他未有注意到，在其身后那一辆辆黑色的车里，倏而不断有人起身，一支支枪口从他身后不同角落探出，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子弹从4面8方击射，传武国术再厉害也不过是练身体，
能够把1分的劲发挥出10分，不过是让自己精气神更凝聚，能够在枪手扣动扳机前提前注意到枪口的方向。他们不是神。陆平看着屏幕里那染血抽搐的身影，大口地喘起了粗气。这个世界的高层们到底拥有怎么样的权柄？丁青同样呼了口气，他半眯起眼睛，扫了眼距离他只剩下几步远的中年人，走了。黑色的轿车驶入进了雨夜里。今晚的夜色，寻常人看不见的地方，针对袁太平的清洗正在进行。在绝对的情报力量下，这是一场降维的打击。车队来到九间堂，院里老管家贾爷接通了电话。老爷，青子来了。袁太平眼神一暗，他抬起头，在贾守东、女儿小作心以及宋宇的脸上扫过。丁青双手插兜，走进熟悉的中式假山水榭花园。请说。小家伙察觉不到成人世界的凝重，望见丁青便欢快呼喊，小腿一蹬向他奔来。孩子这一动，身后大人们的脸色纷纷变冷。想亲叔没有？想了。哈哈哈，你这个小家伙是不是又胖了？丁青抱起孩子转了个圈。袁爷、贾爷。袁太平并未理会。丁青放下孩子，看向一旁紧张哀求的温婉女人。娟姐，把小作心带下去吧，我和袁爷聊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待你不薄吧？26年前，若不是我，你早已冻死在不知名的垃圾桶边了。26年前，丁青摸出香烟点燃，深吸一口，半眯着眼，脸上露出讥笑。养蛊计划吗？袁爷，你怎么下得去手？真真那般喜欢你，他会扎进你怀里，用稚嫩小手摸你的胡渣，偶尔调皮想抓你下巴的胡子，还没使劲就心疼松开，用额头亲你蹭你。袁太平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破灭，缓缓闭上眼眸。宋宇坐在一旁，贾爷立在老爷子身边，气氛瞬间沉寂。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睁开眼看向丁青，声音沙哑。今天的一切太过诡异，他始终想不通丁青是如何做到的。我只是把你对他们做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提前截取了你与麾下队伍的联系方式，把他们调到我布置好的区域，一把火烧光了。那位擅长披挂拳的左甲青，功夫是真厉害，我前后用了10几把枪才打死他。可是他话未说完，一旁的老管家贾守东攥紧拳头，年迈的身体颤抖着喊道：袁哥。袁太平看向贾守东，瞬间似有顿悟，却又不敢确信。这辈子他谁都不信，唯独信任这位兄弟。50年前小莲和威尔，可是你杀死的。袁太平先是诧异，随即猛地瞪大眼睛，扭头看向丁青。贾爷，抱歉了，我欺骗了你。袁爷这辈子唯一信任的就是你，他把你当成亲弟弟。丁青站起身，拍了拍屁股，向贾守东致歉。贾守东如遭雷击，身子晃了晃。袁太平大口喘息着，突然笑出了声，一声枪响骤然响起。宋宇正把手插在怀里，想摸出什么，眉心被一枚子弹穿透，他正圆双眼，栽倒在袁太平跟前。你和娟姐一起长大，那丫头从没掺和过我们的事，放她一条生路，放作新一条生路。依云深合了，还是真正掺和了？丁青面无表情，接过手下递来的钢刀，走到老爷子身后，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另一只手挥刀从脖颈划过。老爷子还想为女儿和孙子求情，不甘心地挣扎着，鲜血从喉管滚滚流出，身子渐渐没了动静。贾爷，你走吧。贾守东失魂落魄，垂下头，猛地向一旁墙壁撞去。娟姐把孩子领进屋里后放心不下，出来便看到这凄惨一幕，她捂住嘴巴，跌坐在地。娟姐，你放心，我给做新一条生路。说完这句话，他拿出枪抵在女人后脑，将她的头抱在怀里，闭上眼睛。与此同时，陆平浏览着丁青发来的长长的经过。妈的，我儿脱了，只是丁青就这般危险。从明天开始揭开的李玉珍和宋子文的博弈，我还能活吗？还有机会跑路吗？欧洲、丑国、北极，我身上的钱也不够了啊！草！威严古朴的祠堂内，几位老人身着长袍，端坐太师椅前。门外响起急促脚步声，老人们纷纷望向正门。会长，诸位长老，可是有结果了？有了，袁太平麾下被葬送干净，其女儿袁娟、女婿宋宇、孙子袁作新以及老管家贾守东全部死去。祠堂内气氛骤然一寂，诸位宗老纷纷交头接耳，脸上满是惊讶与骇然。老袁叱咤风云了一辈子，竟然栽在了义子的手上，这丁青可真是了不得！5年，整整演了5年。整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中海海运青二爷废了？丁青是怎么做的？老袁手下的那些精锐，可都是百里挑一训练出来的，都在战乱地区有过赫赫战功。年轻辈有如此俊杰，实属曹门大幸。小月，你去发通告吧。是。如今的曹门早已洗白，转化为商业联盟，合租屋内，
陆平做完一组俯卧撑，赤着膀子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摞摞李玉珍的资料，看了片刻，他猛地推开资料，心烦意乱，巨大的压力与恐慌几乎吞噬他好不容易凝聚的勇气。大人物间的博弈，生命只是一个数字，别的不提，只袁太平和丁青的斗争，消失的生命就已达2位数。深度睡眠中被唤醒，保时捷女经理李英看着陌生号码，皱起秀眉，犹豫片刻后还是接通了。到戒色酒吧。李英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那嗓音里的挣扎、压抑与疯狂，让他瞬间记起对方。我这就去。他打了个哈欠，起身拉开衣柜，认真挑选衣服，最终选了黑色外套，搭配粉色碎花长裙，未穿丝袜，只配了黑色小腿袜和皮鞋，匆匆坐进出租车。先生，我到了。门边有人等你。李英从电梯走出，打量着热闹的戒色酒吧，走到大门边时，中年领班上前询问：请问可是李小姐？啊，我确实姓李。先生已经在等您了，这边请。李英步入迪厅，热浪与刺耳低击声扑面而来，看着疯狂摇曳的青年们，他满心惊讶，这上面竟然还有包间。几分钟后，望见包间门外驻守的黑衣保镖，他的心跳骤然加快。这位陆先生绝非普通富豪。包间房门被推开，紫红蓝3色光束映衬出妖媚氛围。李英屏住呼吸，望向巨大落地玻璃前的黑色身影。陆先生，过来吧。陆平半闭着眼睛，所有情绪都在霓虹灯与 DJ 声中疯狂发泄，大脑却不可思议地冷静下来，思绪飞舞。几十分钟后，你是？先生以为我是随意的人，即使是，我也想要把价格卖得更高，而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好消息是，失控的情绪和理智在悬崖边被死死拽住。坏消息是，不该把李英叫到丁青的地盘。陆平双手搭在包间沙发上，翘起2郎腿。这个女人很聪明，应该捕捉到了我最真实的情绪。我们走吧。陆平起身，刚要去拿风衣，李英便抢先站起，赤着脚踉跄着跑去帮忙。你很聪明。酒吧外，丁青的下属已备好车子，车子驶入雨夜。陆平望向窗外，雨点在路灯下折射出纷扬光芒，大都会美好而朦胧。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要试图触碰危险的东西。陆平掏出手机，往李英账户打去50万，多余的数字是对他身份的承认。李英拿出手机，望着屏幕上长长的数字，耳边响起陆平的话语。交替而过的车子远光灯打在陆平侧脸上，李英虽未完全明白意思，却莫名生出敬畏。靠近路边停车，李英心领神会，道了一声便推门下了车。陆平递出一把雨伞，李英站在车边，目送车子消失在夜色中。一夜过去，陆平从逼仄的合租屋醒来，刚走出房间就见到合租室友夏敏丹背着包匆匆离开。天总算是晴了。陆平看了眼天空，深吸一口气，拎着公文包挤上地铁，走到公司大厦前。陆平仰着头，惊叹地看着幕墙上的投影。川河大促倒计时3天，广场上还有不少人和他做着同样的动作。好家伙，这就是大人物的手笔。是啊，顾大师在人群中望见陆平，走上前一同仰望感慨。两人结伴回到公司，宋子文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出手？中午，陆平和顾大师、张莹莹一起去大厦食堂吃饭。平哥，你点的什么？有可乐鸡翅，我可以用我的糖醋排骨和你交换吗？好。3人端着托盘坐在角落，刚坐下，食堂里便传来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出事了，川河出大事了，快看新闻！不走，川河这半个月拼了命砸钱，这下完犊子了，违约金才是天文数字。川河是被做局了吧？陆平3人动作同时停顿，他们神情凝重地对视一眼，环顾四周，只见大厦里不同公司的职员们要么浏览手机消息，要么匆忙掏出手机查看，冷色光芒映在每个人脸上。来了，终于来了！他快速点开手机，各大平台的热度榜几乎全被川河话题占据。川河3大头部主播联合多位主播集体控告川河，川河是宗罪，川河把我们当敛财工具，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川河旗下主播猝死，仅获6万赔偿金。川河大促，单日广告费上千万，早有预谋的策划，在川河头部网红的带领下，瞬间引爆全网。恐怖的流量甚至冲垮了微博服务器，真狠啊！这是要把川河踩死，踩得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之前去川河，感觉公司和网红氛围还挺好的。我很好奇，即使宋子文不用盘外招，你就这么有把握，能仅凭着我的情报，便将这汹涌的热度翻盘？连饭都只匆匆扒了2口，3人便准备回公司。他们承接的川河广告项目影响不大，仅剩少量尾款未结，但公司近半个月接了大量年终大促相关广告，大促崩盘，这些广告费10有8九收不回了。陆平走向电梯，不时有职员面色紧绷快步经过，凝重压抑的氛围正在蔓延。
川河是中海乃至全国的头部网红孵化基地，更是首个进军直播带货变现的公司。一旦成功，金融圈将诞生新独角兽。电梯抵达，陆平三人走向公司，黑云压城般的氛围让顾大师和张莹莹也神情紧绷，呼吸都放轻了许多。陆平坐回工位，可怕。与丁青和袁太平的博弈相比，李玉珍和宋子文的交锋才是真的可怕。虽不见刀光剑影，却以无形网络为战场，蒙蔽千万人双眼，引导思维，借他们的嘴巴左右局势。结局到底会奔流向何方？他只是个普通公司职员，即便有能刷新详细情报的金手指，视野也局限了思维高度。最初他仅凭丁青、薛华清的情报和未使用的第4封情报，就敢扬言左右变局，让李玉珍跪地祈求。可见识到这狂风骤雨般的打压与能量，陆平没了底，甚至想缩起脑袋逃避。但他清楚自己早已站队，如今已无退路。雨后晴空下，同一栋大厦顶层，李玉珍的办公室里，8岁生日宴的烟花在眼前绽放，爷爷豪迈的笑声回荡耳边。谁说女子不如男？从今往后，我孙女玉珍便是我李家虎女。这位李家长公主，人间富贵花，冷艳强势的脸上此刻露出一丝疲惫。她后靠在办公椅上，双腿交叠。这场撬动100亿财富的风暴中，她才是扛下所有压力的核心。强势优秀，风华绝代，可谁还记得她也是个女人？第3秘书夏婷站在李玉珍面前，感受到她强势的气场。李总，公司里怎么样了？原本大家就已经很紧绷，突然爆发这样的大型舆论事件，所有人都慌了，有些不知所措。整栋大厦上百家公司都受波及，人人都能感受到窒息的阴云。作为风暴中心的川河，更是人心惶惶。所有人都在质疑年终大促能否如期举行。公关部、广告部、主播部，几乎所有部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你去通知下去，川河传媒2小时后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网上所有热点进行回应。还有，着令法务部对公司所有相关主播以及网络平台上发表不当言论的大 V 媒体发出律师函。这场官司我要打到他们破产为止。是，通知全公司15分钟后我召开全公司视频讲话。是，快去。是。夏婷心脏狂跳，后退几步才转身离开。踏入走廊后步履匆匆，很快便小跑起来，仿若一阵风。李玉珍的指令迅速传遍全公司。广告部的林秋月倚在门边，双手环抱，注视着公司氛围的变化。他曾与陆平在迈巴赫中有过交集。这就是李总的魅力吗？消息下达后，原本惊慌失措的职员们瞬间有了定海神针，所有人都攥着手机，静待15分钟后的视频讲话。屏幕亮起，李玉珍身着 V 领雪纺白衬衫，搭配黑色披肩，坐在办公桌后，明亮的眼眸望向镜头。川河文化传媒的同事们，你们好，我是李玉珍。中海东城机场，宋子文戴着墨镜从接机口阔步走出，女秘书拎着公文包落后半步，4位黑衣安保前后簇拥。宋公子，您看，这是李小姐在公司讲话。宋子文看着屏幕里的李玉珍，他偏爱这个坚强高傲、光芒万丈如女王般的女人，很有感染力。是啊，是啊，李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李玉珍那边手里掌握着哪些东西？查到了没有？主要是关于主播的合同问题，但经过我们的引导，网友们并不在乎合约是否违规。我们给川河塑造的是一家不顾人命、只追求数据、压榨流量的网红公司。我总觉得有些过于顺利了。我们埋的钉子，李金飞、谭亮、冯丹他们，全部都太顺利了。我秘密和他们见过，可以确定绝没有异常。曹小慧呢？她被李小姐调离中海，只在电话里联系过。现在打给她，我亲自跟她讲话。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挂断。几分钟后，同一号码回拨过来，曹小慧压低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曹秘书，我想念你的身体了呢。你知性的外表下藏着的另一面，连我都为之惊讶。我只是轻碰了碰，就像是……”宋公子，宋公子，你在说什么呢？电话很快被挂断。宋子文闭上眼睛，指尖仍在扣击玻璃。曹小慧死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玉珍想做这只黄雀，不能给她开发布会的机会。电话，女秘书立刻递上卫星电话。宋子文一个个拨通，宋家的力量被不断唤醒。规则下可能输，那就逾越规则。李家的老东西早住进特护病房，剩下的人巴不得我迎娶李玉珍。吴蒙文化内，陆平、顾大石、张莹莹围在一起看李玉珍的内部视频讲话，强烈的感染力穿透屏幕，让非川河的3人都热血沸腾。厉害，李总真是太飒了！请川河全体的兄弟姐妹们相信我，站在我的身后，与我一起战斗至最后一刻。屏幕里，李玉珍说完起身，走出办公桌，面向镜头，向全体职员躬身。这时，主管谭红踩着高跟鞋匆匆走进办公室，拍了拍手，召集众人：各位该工作的工作，千万不要耽搁了时间。
楼上的川河已经把所有尾款全部提前结了，另外还说了，后续有在他平台销售的公司广告未结算费用，一律由他承担。快，都忙起来！陆平注视着人群氛围的变化。如果宋子文不用盘外招，如果李家不做壁上观，这局无论如何都会被李玉珍拿下。难怪他敢把所有都赌上这一局。时间飞速流逝，2小时后，川河最大的会议室坐满了各大平台记者。李玉珍在众人簇拥下，神情肃穆地步入大厅。刚一迈步，所有镜头便对准他，镁光灯瞬间亮起。请各位安静一下。他的视线扫过记者与摄影师，却见一层异样的气氛快速蔓延。先是一个个电话信息传来，记者们互相碰触示意，脸色纷纷变化。李总，抱歉，我们上级突然发布了其他任务，我们得提前离开一下。李总，我们也是，上级要求，李总见谅。李玉珍还站在发言台前，看着热闹的会议室瞬间冷清，一股冰凉感笼罩全身。这就是权力的力量。吴蒙文化内，陆平看着聊天群里疯狂传播的消息，神情平静，却沉默不语，胳膊上的汗毛根根竖起。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普通人来说，称得上魔幻。东城中海海运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丁清2条腿翘在气派办公桌上，听着秘书汇报信息，冷笑着开口：这些大人物可比我们手段狠多了。坐上这个位置后，他便有权共享门内信息渠道。此刻全中海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在关注宋子文和李玉珍的博弈。宋家代表岭南商圈，李玉珍身在中海，却不被本地商圈接纳，两人的角逐被大人物当乐子看，更有不少人等着撕咬吞咽川河的产业。事情还不明了，李大小姐也不一定就这么输了。真是有意思，你们这一脉新任话事人的选举在15天后腊月18，正巧在玉珍的大促前。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你有决断了再给我打电话，我今晚12点前会等你。他撩起额前卷发，用指尖搓着，顺着这个思路揣摩，眼皮不禁跳动。这盘棋里，李玉珍和宋子文是将帅，自己或许只是过河族。先生为什么会选择我？外滩边顶级 CBD 大厦内，薛华兴看着手下递来的舆论数据，哪怕是他也不由心悸。李玉珍的嘴巴被捂住了，意思是那位先生早就看到了今天。该死的，不是让我在这种情况下往里冲吧？这不是要命吗？川河大会议室里，李玉珍面色冰冷地注视着几位还在收拾器械的记者、摄影师，几人被他看得心慌，加快动作，逃也似的离开。李玉珍手搭演讲台，修长手指紧扣桌面，台下还有众多川河职员望着他，他不能显露半分慌张。第3秘书夏婷脸色慌张地小跑到跟前，李玉珍只看了他一眼，夏婷便紧闭嘴巴，站到一侧。川河的小伙伴们，显而易见，我们遭遇到了川河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们的嘴巴被人捂住，我们的外表被人肆意涂抹，他们想要把我们描绘成丑陋的模样。李玉珍没有离开，她是川河的主心骨，她倒下了，川河便再无回转之机。绝美、强大又悲壮，她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舞台。在她的话语感召下，会议室里的川河职员们纷纷被触动，感性的人眼圈泛红，惶恐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憋屈的火。感谢大家能陪我一同战斗。话音落下，他向前躬身，在炙热的掌声中迈步走下台，阔步向办公室走去。高跟鞋扣击地板的声响清脆有力。廊道里，李玉珍注视着前方。说吧，刚刚接到电话，与我们签订合同的3位1线影帝、影后以及天王级歌手全部来不了了。他们说川河出现重大舆论危机，合作会影响个人口碑和商业价值。当然，这只是说辞。据我调查，是宋家的宋子文在圈子里放了话，谁敢给我们代言，就是不给宋家面子。我知道了。还有，我们的3大海外电商市场渠道出了问题，东南亚、欧洲、美洲的海外物流商宣布暂停运营。我们虽签了合同，但他们用川河是过错方扯皮，把官司拖到几个月后，我们根本撑不住。事情交给我，我会解决的。李玉珍在夏婷的注视下，坚定地步入办公室。屋子里只剩李玉珍一人，她终于卸下几分面具，绝美的脸上浮现出苍白与无助。她只允许自己懦弱1分钟，1分钟后便重新坐直身子，神情淡漠地拉开抽屉，取出手机给家里拨去。宋子文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逾越赌约，他要问问家里是否就这般旁观。我要见爷爷。玉珍，爷爷休息了，你有什么事？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把女儿卖了？我李家便到了不拿女儿核心不行的地步了。混账！你在质问你的父亲？没有李家，你以为你能在短短2年就发展出这样的事业？没听完，李玉珍便挂断了电话。
他明白自己被家族放弃了，否则宋子文做不到这种程度。李玉珍深吸一口气，再次拨通了未婚夫宋子文的电话。玉珍啊，如果你现在认输，我便帮你一起把川河抬起来，这会是我们夫妻俩共同的事业。听见那虚伪的声音，李玉珍身子微微颤抖，她没有说话，不想只是无能狂吠。她倚着办公椅，望着落地窗外蔚蓝无垠的天空，想起最近权贵圈子里关于丁清上位的讨论，又回忆起与那位陆先生第一次交易的场景，抓起手机，最后一次拨通了号码。吴蒙文化内工作前的陆平看着手机里弹出的电话号码，心脏急速跳动，额头上很快冒出细密汗水。我操，真找来了！陆平看着手机，只觉得像握住了烫手山芋。纸面上的权力富贵再夸张，也远不及亲眼见证的震撼。他对世界的认知正在不断崩塌。陆平用力挣脱梦魇般的状态，知晓必须回应，没有接通，而是挂断了电话。他对张莹莹和顾大师打了声招呼，离开了办公室。长长的廊道里，陆平聆听着自己沉重的心跳，身体不断发热，巨大的压力催得肾上腺激素狂飙。走廊尽头，落地窗前，陆平俯瞰着城市，拨通了电话。看来李小姐又遇见麻烦了呢。怎么，需要帮忙吗？李玉珍，你们可以，只要你付得出代价。当然，具体的代价还需要见面再谈。两人没多聊，谈话便就此打住。陆平吐出一口气，望着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大都会，转身走向电梯厅。陆先生，又见面了。片刻后，陆平来到办公室里。陆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得到您的解惑。您在第一次与我的通话里曾经这样说过：李小姐，我真是为你感到惋惜。你在我们的眼中就像是一只绝美的金丝雀，被束缚在一只华美的牢笼里，上演着结局已经注定的拼搏戏码。你永远也不知道，在你打算拼尽一切的赌局背后，有多少人在用一种戏谑的目光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为你事业的每一次腾飞而鼓掌。李玉珍认真逐字逐句念出这段文字，绝美的容颜流露出一抹悲壮。时至今日，陆平当初的话正不断被印证，他似乎真的挣脱不出，结局早已注定。陆先生，我的结局真的已经注定了吗？当然不，如果你愿意，至少不会是现在。陆平暗自揣摩金手指，白色情报的目标基本是身家数十亿的富豪。已刷新的几份情报，丁清背靠曹门，薛华清扎根中海，是灰色领域的传媒巨头。他们既能抵抗宋子文的施压，又能恰到好处帮到李玉珍，这便是情报刷新的触发机制。陆先生，请您开价。他收敛神情，言简意赅，不绕弯子。陆平注视着李玉珍，明白这位骄傲的女人已经让步，脸上笑容越发灿烂，脑海中浮现出初次见面的景象。李玉珍抽出科尔特 M2000 型手枪抵在他额前，那时的他恐惧到极致，而曹小慧染血栽倒在脚边时，他更是手脚冰凉，大脑空白。可现在主客已然变换。李小姐，在初次见面时，你曾问过我，杀死宋子文是何代价？我的回答是，做我的女人。这个交易在现在依然成立，请陆先生慎言。他若是愿意用身体做筹码，又何必向命运抗争？真是可惜呢。1个亿，还有，我需要你答应我3件事。上一秒还在浅笑的陆平，下一秒收敛所有神情，眼神深处藏着兴奋与呐喊，用不容拒绝的语气沉声说道。李玉珍不在乎这1个亿，明白只是无关紧要的天头，可听到后一个条件时，他眼皮骤然跳动。李玉珍下意识把1个亿当天头，他不知道，这恰恰是陆平最看重的。当你能够做到，却又不会逾越你的底线。李玉珍深吸一口气，只觉悲哀却无可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不外如是。成交。李玉珍拿起红色电话机，沉声拨通。现在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我知道了，保证维系运营的情况下，把所有钱转到我的账上。最近半个月川河疯狂烧钱，账上余额已不多。挂断电话，李玉珍指尖叩击桌面，又拨通数个电话，那边传来闺蜜们清脆的嗓音：珍姐，钱转你账上了，别嫌少，家底都在这儿了。姐，你那边能挺住吗？家里不让帮你，但钱先转你，不够再想办法。姐，跟他们干，我们飞不出去，就想看你飞出去。陆平怀里的手机震动，他掏出瞥了眼转账提示，便迅速收起，生怕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陆平靠着椅背，双腿交叠，迎向李玉珍的目光微微颔首，脸上挂着笑容。现在我将说出我的第1条要求。您说。前一些天，李小姐曾邀请我共享晚餐，在车上，李小姐让我触碰你的双腿，当时我的回应是下一次吧。我想这一次便是下一次了。李玉珍绝美的脸上闪过错愕，随即浮现羞恼，却并未失态。请。她恪守底线，不出卖身体，却也懂得变通。李玉珍明白自己之前错估了陆平的地位，这或许是对方表达善意的方式。她抬起腿，自小到大
从未有男性触碰过她的身体，即便强势如她，腿面也在轻轻颤抖。陆平站起身，走到李玉珍面前，他探出手，掌心贴上李玉珍的小腿，感受着完美触感，随即掌心向上，在李玉珍几乎要喷火的目光下，五指用力划破丝袜，而后收回手，坐回原位。下面是第二个要求，吻我。李玉珍从未经历过这般阵仗，眼神越发冰冷，当即起身，高跟鞋重重踩响，一阵香风飘过，她屈指勾住陆平的下巴，俯下身，红唇轻触便离开，随即走回自己的位置。陆平下意识舔了舔嘴唇，只感受到一阵柔软和冰凉。李小姐，初吻吗？李玉珍没有回应，只投来杀人般的目光。现在你只欠我一个要求了，这个要求我还没想好，等以后有机会吧。现在是时候帮你解决问题了。李玉珍移开眸子，瞥见陆平舔嘴唇的瞬间，恨不得取出抽屉里的科尔特 M2000给他一枪。陆平深刻意识到自己屌丝的本质从未改变，他仍想摩挲指尖，甚至有把指尖凑到鼻尖嗅味道的冲动，还想舔着嘴唇回味方才的瞬间。哪怕有了金手指，短时间内他还是那个碌碌无为的公司职员，这一点难以快速改变。李玉珍堪称人类金字塔顶点的明珠，身份地位与外表丝毫不输西方公主，这就是以下课上的寒场。李玉珍放下腿，清冷的目光瞥见小腿上拉丝的肉色丝袜，有强迫症的她只觉得心里猫爪般刺挠，强压下脱丝袜的念头，面无表情看向陆平，跟我说说现在的情况。凭你的渠道，还需要我告诉你？李玉珍冷笑一声，随即认真告知各方情况。她从不会让情绪影响正事。陆平身子后靠，指尖扣击桌面，细细思索，内心感慨：搞不巧，我是真有天赋的。和我猜测的一样，宋子文从宣传口掐断，捂住川河的嘴巴，在代言人上动手脚，让流量无处抒发，最后阻断国际物流，哪怕能卖出货也发不出去，绝杀一切。我知道了，继续吧。这么多天，我做了无数次预演，写过无数条文案，让我来搅动这场风暴。在李玉珍的注视下，陆平掏出手机，从联系人里找到号码，按下拨通键，看了一眼李玉珍后，直接开启免提。通话声在办公室里响起。李玉珍看着陆平，心底的怀疑逐渐消失，曾经的疑点全化作一个念头：这是个真大佬。陆先生，薛先生，好久不见了。我这里有个活计交给你，事成之后，你可以把你的圈子向上提一阶，同时获得对方稳定的利益分润。这个利益的分润大概固定在一个点。外滩边的办公室里，薛华清神情肃穆，看似诱惑很大，风险却也极强。可是川河，宋家的宋子文在前些天就联系到了我，我拒绝了他。今天我手下关于各平台的舆论分析摆在了面前。陆先生，这里面的水深得很。1.5个点。陆先生的吩咐，薛某自当拿命去搏。薛华清站起身，看向窗外，深吸一口气，恭敬回应。在阳城，他不敢直视宋家，但在中海有中海的规矩。薛华清，你应该知道他。哼。李玉珍颔首，他早已猜到是这一位，姓薛且能帮他解决问题的唯有薛华清。薛华清性格谨慎，这般果决答应出乎他的意料。川河是烫手山芋，真不惧怕宋子文的势力，都在等着川河崩塌后，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流量传媒集团。念及至此，李玉珍深深看了眼陆平，他拨通第二个号码，同样打开免提。陆先生，丁先生这话事人的位置做得可还稳妥？托先生的福，一切安好。李玉珍听见这段对话，眼皮上下跳动。我这里有个活计要交给你，事成之后，对方会分润给你1.5个点的利润。按先生您说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在2天后调度好东南亚、欧洲、美洲到国内港口的海运船只，务必准时高效地把川河在大错中的产品运回。是。丁青如今是中海海运集团话事人，而曹门最初的企业就是运输，只不过曾经集中在国内各大河流领域，这就解决了2项。他微笑看向李玉珍，神情从容。而这最后一项，代言人或者说年终大促当天的带货人，你川河之前定的是一线影帝、影后和天王，那我问你，天王刘明华、天后苏清飞、歌神周逸伦，可还够资格？陆平拿捏着神情和语气，缓缓报出3个人名，哪怕是李玉珍也不由露出惊疑。这3人是他最初最想邀请的，却全部被拒绝。到了他们这个级别，不说背后的支撑势力，单是自身的挂名与影响力，就不是谁都能威胁拿捏的。想请到他们，所需的人脉和资源难以估量。陆平注视着有些失神的李玉珍，这位燕京城李家的长女适时开口：李小姐，拜访燕青先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话罢，他不再久待，起身准备离开。我等你的电话。陆平走出几步后，李玉珍才回过神，神情镇定地按下通话键。夏婷，是。办公室木门被轻声带上，顶楼偌大的空间里只剩李玉珍一人。他注视着房门片刻，
长长的睫毛轻颤，冰山般高冷的脸上柔和了许多。他身子后靠，疲惫的瘫软在座椅上，只有没人时，他才敢卸下面具，短暂展露脆弱。脚面绷直，抽出高跟鞋，屈腿将脚掌踩在椅垫上，环抱着双腿，把脸颊埋进去。这时，他注意到丝袜上被陆平用指甲划出的白痕，神情骤然凝起，柔弱气场瞬间消失，强大完美的绝代女神再次回归。她探出玉腿，想推高裙摆，褪下丝袜，却因半身包臀裙贴身受阻，脸颊染上红润。李玉珍赤着脚站在一旁，看向身后俯瞰整座城市的落地窗，拿起遥控器按下按钮，窗帘缓缓关闭。她红着脸，褪下包臀裙搭在椅背上，继而褪下丝袜，冷着脸丢进垃圾桶。她从未有过这般堪称羞辱的经历。电梯厅内，就到这吧，再过去被我的同事们看到就不好了。他走进电梯，按下楼层，转身向梯门外的夏婷颔首。梯门关闭，数十层未曾停下。陆平紧绷的心绪逐渐放松，心跳重重跃动，腿有些打软，背脊早已被汗浸透。那股撑着他的勇气、理性和智慧，在继而卸下后仿佛被抽离，但他知道不能完全松懈。电梯后方左上角的监控还在拍摄，从58层到15层，从川河到无谋文化，陆平仿佛从情报商人变回了普通职员，揭去光鲜，只剩平凡。踏入廊道，陆平心里踏实了许多。转过拐角后，迫不及待掏出手机，点开余额短信，咧开嘴默数着长长的数字，深吸好几口气，平复喜悦。他在办公室门前停下，调整状态，打了个哈欠，露出几分慵懒，才推门走进。我还以为你掉厕所了，差点没去喊人捞你。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坐下看着屏幕，大脑先是一空，随即被喜悦、肆意与酣畅淋漓的情绪覆盖。不同身份的强烈对比让他痴迷又欲罢不能。下面就是第4份情报的核心，谢燕青。他没有巨大财富和强大家族，地位却极其特殊，一手推动制定了赵国娱乐圈的规则和文化，第一批顶级艺人都曾受他提携。谢燕青是位非常固执的老人，拒绝用人情为任何人谋利，哪怕子女也得不到丝毫阴责。只有一个人能让他突破规矩，那是他这辈子唯一愧疚的人，哪怕进了棺材也闭不上眼，心头上永远留着梗。58层办公室内，李玉珍按下通话键。夏婷，李总，安抚全体同事，让他们做好手头工作，告诉他们川河不会输。是，另外现在就给我备车，我要出去一趟，注意保密。我这就去办。夏婷感受到李玉珍语气、神情、动作传递的力量，不安的神情变得鲜活，应答也充满力量。转身离开时，高跟鞋踩出的声响节奏格外悦耳。5分钟后，李玉珍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中，悄无声息地从大厦离开。这都是些什么？好家伙，只有一种不明白但很厉害的感觉。我坐在工桌前，患得患失，因为我知道此刻在这一间办公室外正隔空激烈博弈的各方势力，而到这个时候，我反而什么都做不了。变故降临，真正的大佬一定依旧从容不迫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我也应该这样，抓住任何一点的时间用来看书，用来揣摩情报，撰写文案。可事到临头，我什么都做不了，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也就是在这时候，手机震动，薛华清发来一系列加密后的文件。我抬头看向办公室，普通的同事们没人在注意我，呼出口气，小心点开文件，这是薛华清收集的关于各平台舆论爆点和推手分析报告。薛先生收集信息的能力依旧那么出色，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不提出要求，只编辑一段文字，点击发送。看着已发送，咧了咧嘴。几乎是同时，丁清加密后的消息也发到了我的手机。消息里是丁清调度的货运图，内容同样详细，每一艘货运的编号、载货量、航线轨迹，不能确定这些信息的准确意义。于是我编辑了一段似是而非的文字发送。袁太平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够做到。薛华清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我回复的信息，目光一凝，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我们陆先生的意思是？随后他站起身，抓着手机，在那巨大的落地窗前来回踱着步。陆先生背后的组织是否要吸纳我？这一切可能都是他们的考核。而东城中海海运集团，丁清注视着回复，目光深邃，细细揣摩。袁太平做不到的事情。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垂着的头，瞳孔倏而张开。他抓着自己的脖子，发出呵呵的吸气声。复仇结束后，他一度很空虚，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应该要做些什么。现在似乎是有了。这该死的人生啊！为什么他们能把胖子、把铁柱、把依云都当成是棋子？我也想坐上去，看看是不是都不把底层当成是人。另一边，黑色的轿车停在了一座老式小区，李玉珍踩过枯叶，发出咔嚓的响声。在她身后，
第三秘书夏婷拎着礼品紧跟着，走到某栋的门前，叩响了房门。您是？我是来拜访燕青先生的。烦您通报，李建国的孙女李玉珍冒昧登门。您稍等。不多会，中年阿姨把李玉珍两人领到了客，便离开去给客人倒水了。几分钟后，书房的房门才被推开，一位拄着拐杖的清瘦老人走出。他远望了一眼李玉珍，那充满了睿智的眼神，就像是要把后者看个通透。察觉到那目光，哪怕是李玉珍都不由肃然了起来。燕青先生，我和李建国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交际，年老了就更是断了联系。你找我来，应是听说过我年轻时曾做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也应当知晓，我这个人最爱惜的就是这身羽毛。你要是托我办事，可以就此离开了。李玉珍没有多言，只取出了手机，拨出了一串号码，紧跟着将手机倒转递给老人。燕青先生，请您接一通电话。便是李建国，我也不会答应的。并非是我爷爷。谢燕青老先生听见，探出他有些干枯的手掌接过手机。此时侧的隔间，我坐在水箱上，并没有刻意的掩饰心绪里的紧张。喂，是谢爷爷吗？你是？我叫谢建辉，你应该不知道我，但我的爷爷是谢海滨。海滨？我找了海滨好些年了，一直找不到。这老小子在有意的藏着我。话筒里老人话语变得高昂，我则逐渐进入到状态，那是一种大脑处于冷静，但身体热起来的感觉。情报里关于这位先生的内容反复呈于眼前，为什么不敢亲自去拜访老人？为什么托李玉珍去拜访，然后通过电话联系？便因为情报里有一句谢燕青，40年生人，曾处高位，惜语义，好读书动人性，多智如妖。我不明白这句话具体的分量，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存在面前是撑不过的，任何的表演在其眼中都只会沦为拙劣的小丑。于是紧张的喘息声透过话筒被谢燕青老爷子听见，克制住过度的兴奋。谢爷爷，你不要找我们了，我爷爷说了，你不欠我们家什么，你能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全靠你个人的能力和拼劲。谢燕青老爷子嘴唇哆嗦，话语听到这里，他心底最后一丝怀疑也就不存在了。我亏欠海滨哥的。那年恢复高考，他落榜了，可同村的老哥谢海滨却考中了。后来谢海滨的父亲生了重病，急需一笔钱，谢海滨找到自己，他顶替着海滨哥的身份到了燕京城，谁知自此便平步青云，一遇风云变化龙。谢燕青觉得他是替换了谢海滨的人生，他曾说过，只要海滨哥找他帮忙，他豁出命也一定帮。谢爷爷，我是个不争气的，最近几个月我就要结婚了，可是我实在凑不出钱买房子，更凑不出彩礼。我想起了爷爷偶然说出的往事，就找到了川河的总裁李玉珍小姐。马桶上，我将自己完全带入到谢海滨的视角，我加快了语速，说出自己的诉求。李玉珍小姐承诺给我，只要我能牵起这根线，她便愿意给我一笔钱。谢燕青听完后，脑海里建立起了一位普通青年人的形象，和海滨老哥不同，有几分极致，有几分胆魄。我知道了，海滨老哥身体还好吧？爷爷他在2年前已经去了，那是完全的两段人生轨迹，一位是平步青云，成为一个领域的弄潮者，另一位是种了一辈子地，打了一辈子工，最后默默无闻的死去。而那位谢海滨自始至终都把这个秘密藏在肚子里，不曾与任何人说。继续交流了几句后，电话被挂断。谢家和谢家的情分再无干系。谢燕青把手机递回给李玉珍，说吧，什么事？我需要邀请娱乐圈的3位做我公司大促代言人。谁？天王刘明华，天后苏清飞，歌神周一伦。我帮你联系，但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此打住。请燕青先生放心。送客。谢燕青看向一旁的中年女人，沉声道。李玉珍没有多做，领着秘书夏婷迈步离开。与虎谋皮，但这是你们逼我的，现在是时候该变天了。门外天色已经渐渐黑了，李玉珍仰头看了一眼天空。今天的闹剧如同风暴裹挟住川河，接下来他还有太多的工作去做。燕青先生又如何是完人？我反复看了一遍情报，依旧不确定他心里的梗。心中的愧疚是害怕谢海滨老爷子弄脏了他的羽毛，还是真的是心怀歉意？不过无关紧要了，谢建辉，以后我会弥补你的，哪怕你不知道。逼仄狭窄的卫生间，我呼出口气，仰起头，后脑靠在墙壁上，思主道：宣传、物流、代言人3大要素集齐了，还能不能上演一场疯狂的翻盘？回到家后，我在书桌前坐许久才回过神，再次看了一眼手机银行里的余额。当这庞大的数字出现，我心底想要跑路的念头再一次生出。凭没出息，自嘲一句后，把手机丢下，脱下衣服做起了俯卧撑，坚持到胳膊打摆子才停止。随后又打开手机看起了警匪片。这次
我选择的是贴近纪录片的国外电影，真实而残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12点，我按下暂停键，停顿了片刻后，把手机放到一旁，走向了书柜。不多会，新情报出现在手里，扣开缠绕扣上方5厘米的位置，不再是前面4封的白色，而是指甲印大小的黄色录屏。黄色机密级文件，李玉珍、丁青、薛华清以及退休后的谢艳青都不过是白色机密级文件。这个级别的人物大抵属于身价几十亿的区间，哪怕对象身份特殊。我坐回书桌前，拆开档案袋，把那厚厚的遗落信息放在面前。与此同时，外滩前的私人会所，昏暗奢华的包间内，一群富二代正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娃娃脸青年一边玩弄着怀里的女星，一边向主位上的宋子文敬酒。子文哥，嫂子的能力和眼光可真是厉害。前一阵子川河募资，我手下的几个投资顾问都大力建议我把钱砸里面，要不是知道子文哥你一定有手段，我真就投了。宋子文神情斯文，推了推金丝边眼镜，端起酒杯向众人示意。李玉珍的确有些超出了我的预料，不过好在到此为止了。听到宋子文亲口承认川河即将倒台，坐在一旁戴着黑框眼镜的宁正眼神一亮，立刻嗅到了商机。宋哥，便宜谁不如便宜我们兄弟。我手里正好有家不大的经纪公司，平日里养这些小明星供兄弟们玩乐，等川河一倒，我就让公司转型做网红带货。兄弟们要是感兴趣，大家一起入股搞一把。在座的几人大多不是家族嫡系，平日里零花钱紧缺，听到这赚钱的买卖，纷纷露出异动的神色，目光灼灼地看向宋子文。宁正的公司我第一个投资，说要多少钱？众人立刻爆发出欢呼声，酒杯清脆碰撞后，纷纷仰头一饮而尽。酒过3巡，宋子文似乎有些醉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人群，来到花园。然而当他独自站在栏杆前，看着远处梦幻的城市天际线时，眼神瞬间变得清明且阴狠。川河，这块肥肉终究是我的。清晨的阳光透过地铁口，我拎着公文包顺着人流走出，忍不住打了个深沉的哈欠。昨晚那份新刷出的情报实在太让人上头了。站在高耸的大厦广场前，巨大的屏幕正跳动着川河大促的倒计时，一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扑面而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哑然失笑，拍了拍同事的肩膀，你是龙场悟道了。阿平，有些话我得说，莹莹是个好女孩，她都这么主动了，你不能总这么吊着人家，这最后一步得你来走。大师，我明白的。随后我回到工位坐下，操纵鼠标浏览新闻，突然在川河官网看到一条加粗的红色公告，轻咦一声，又要开新闻发布会。1个小时后9点整，我陷入了沉思。作为情报商人，在牵线搭桥后保持抽离是职业准则，但这暗流汹涌的局势还是勾起了我的好奇。果然，从9点开始，川河的发布会就像中了邪一样，9点炸，12点炸，下午3点再炸，整整1天4场全部取消，全网都在疯狂嘲讽。但我知道，这水面下至少有2股发了疯的力量在死磕。临近下班，办公室内光线昏暗，只有电脑屏幕的冷光映在的脸上，盯着最后一张红底黑字的公告，录屏感慨万千。明天晚上7点，最后一场发布会，不仅澄清舆论，还要公开新代言人李玉珍和薛华清。这2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深夜的魔都依旧喧嚣，3辆低调的保姆车从机场驶出，停在了一处顶级的江景大平层前。这里正坐着足以让整个娱乐圈地震的人物，而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某种指令。客厅内，薛华清起身迎接走进来的儒雅男人，随后镜头转向沙发上坐着的另外2人。薛华清惊讶且恭敬：刘先生，没想到您能亲自过来。我是薛华清，主要在媒体圈小打小闹。刘明华温和握手：薛先生您好。薛华清、苏引浩、周天王，您2位能同时出场，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就在这时，门铃再次急促地响起。薛华清看向大门，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应该是李小姐来了。腊月21日，川河大促当夜，陆平、顾大石和张莹莹下班后没走，把工位拼在一起，人手一盘自热小火锅，紧张地盯着直播间屏幕。川河因为之前的舆论风波热度极高，你要知道，黑红也是红。最近几天热搜上全是川河，这川河甄选是想把流量固化在品牌上，而不是某个主播身上。好手段，连着崩了5场，可算正常了。可乐拿给我。张莹莹把可乐递给陆平，我接过猛喝一大口，随后紧盯着手机，看到无数水军稿件开始在各大平台翻转，那是我借力打力推动的结果。直播间人数瞬间冲破1000万。开场第一个环节竟然是介绍3位代言人。
当画面中2位黑色正装工作人员缓缓拉开大门，全场都屏住了呼吸。张莹莹猛地睁大眼睛，顾大师愣在原地，嘴里的火锅都忘了嚼。3位巨星天后苏清飞、刘天王、周逸伦并排走入会场。卧槽，憋大招呢，竟然把这3位都请来了。应该让李玉珍帮我要3张签名的。苏清飞美得惊心动魄，刘天王和周逸伦更是时代的象征。这3人出场，直播间评论疯狂刷新，导致服务器一度卡顿。与此同时，外滩的一处私人会所里，原本胜券在握的宋子文脸色瞬间阴冷到了极点。宋董，各平台出现了另一股力量，推手来自薛华清，他选择了李小姐，中海海运集团也插手了，那是曹门的分支。那是曹门的分支。李玉珍，你玩我？打电话给薛华清，我要他给我个交代。查，我要知道李玉珍身后的力量。这场我们输了。此时直播间观众已超过5000万，川河终于放出了证据链。原来所谓的猝死主播刚签约就获赔20万，结果却反咬一口泼脏水。真相大白后，网友的愤怒转为狂热的购买欲。深夜12点，销售额竟奇迹般的冲破了30亿。吴蒙文化办公室内，顾大师指着屏幕上的销售数据大喊，张莹莹兴奋地跳了起来。窗外的夜空中，川河庆祝胜利的烟花正绚烂绽放。疯了吧？4个小时销售额超过30亿，这真的是独角兽公司。陆平，你看，川河放烟花了。此时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倒映在眼眸中的烟花，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下班已是深夜，我把张莹莹送回家道别，看着她不舍的样子，我心里暖洋洋的，正要转身离开，她却突然在身后喊住了我。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知道了。我挥手告别，心里却在盘算着今晚的局势。川河大促的口碑翻身远比表面复杂，今夜只是开始，暗流会越加汹涌。我刚准备拦车回家，李玉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李小姐，今晚这一仗打得可真是漂亮，我该恭喜你了吧？吃水不忘挖井人，陆先生才是今晚的无冕之王，我想请陆先生见证传奇的崛起。当然，我给先生准备了个礼物。我沉吟片刻，现在我手里的情报基本用完，如果遇到危险，只能调度丁青的力量。但我最终还是决定赴约。我平静地步入电梯，看着楼层停在58层。然而我并不知道，此时大厦外早已危机四伏，数道眼线正盯着我的行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宋子文那里。我的未婚妻深夜会见了某个野男人，于情于理，我都应当去看看，你说是吧？带上人，给我把川河大厦围了。步入川河大厦的电梯，我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在为权力的滋味疯狂呐喊。这是作为平凡者亲手推动商业盛宴的极致快感。电梯门开启，秘书夏婷恭敬地90度躬身行礼。陆先生。随后我阔步走进大厅，司机与秘书紧随其后。我知道此行可能有危险，但那股对高位的渴望让我无法停下脚步。58层办公室内，大屏幕正播放着大促首日的狂欢。我坐在老板椅上，李玉珍递过一份文件。陆先生，这是川河的股权转让协议，请您签下。这就是李小姐准备的礼物。这是给先生，或者说给先生们的。李玉珍深知我背后的能量，想以此将利益捆绑。然而我刚想开口，急促的敲门声却打断了室内暧昧而紧张的气氛。只见夏婷神色慌张地推门而入，直接说：李总，宋公子封锁住了大厦，他正带人向您的办公室赶来。听到宋子文的名字，李玉珍脸上露出深深的厌恶，而在外人看来稳如泰山的陆平，此刻背脊一杯冷汗浸透。现在的我根本无力对抗宋子文，但我明白，唯一活下去的机会就是将这个大佬装到底，彻底反客为主。电梯门在1楼缓缓打开，宋子文满脸灿烂笑容，步步逼向前台。前台女生：先生，我们今晚已经不接待了，如果你有……宋子文笑容瞬间消失，猛地掏出一柄银色手枪，死死抵在前台女生的额头。我找李玉珍敢叫出来，现在就送你见阎王。宋公子小姐，请您先回吧。宋子文直勾勾盯着鲍回军，抬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鲍回军还想阻拦，又被宋子文身后的保镖一掌击飞，重重撞在墙上。宋子文如此逾越赌约规矩，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李小姐何必自欺欺人？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不满意，但我依旧愿意给你一个机会，让我看看你的决心。李玉珍沉默良久，从抽屉中拿出一把科尔特手枪，而就在李玉珍起身的瞬间，办公室大门被轰然撞碎。宋子文踏着碎木走近，目光如野兽般锁定在我的身上。巨响传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脏险些停跳。我是大佬，我是大佬，我试图以此来催眠自己，随后端起面前的茶盏，手掌想要颤抖，几乎是咬紧了后槽牙才克制住。拿起茶盖拨了拨，将茶水送到嘴边，就这般顶着宋子文的目光小口的喝茶。还有什么办法？丁青，要不要打电话给丁青，快来救老子？
算了，刚才那个开门的动静，一看就是个练家子。该死的，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传武高手？网上跆拳道打假的时候都干什么去了？随着不断推翻自己的优势，我索性把心一横，眸子里溢出轻笑，迎向面前落地玻璃后，宋子文那压抑着野兽的眼眸，感受到那轻笑的目光。宋子文那斯文的表皮后，狰狞的凶兽快要控制不住，他喘息着向前迈步。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宋子文的鼻尖，钻进了身旁的落地玻璃内。长廊的尽头，只见鲍辉君啐了口唾沫，随即收起手枪朝宋子文走去。此时宋子文身前已经变得密不透风，那一位位安保高举起枪口对准鲍辉君，伴随着鲍辉君的动作，驻守在门前的李玉珍安保队伍纷纷拔出枪，将枪口对准宋子文安保，双方就这般彼此对峙了起来。小姐，我没事，但如果他们还敢有进一步的动作，我允许你们直接开枪。是。宋子文，你想要干什么？我想要干什么？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看了一眼李玉珍后，从秘书的手里接过了卫星电话，拨通出了某个号码，电话声在整个廊道里回响。李叔，抱歉了，打扰了您休息。是这样的，今天是玉珍川河的大日子，我专门自阳城赶过来，想要陪同玉珍一起见证她的辉煌。但是我刚才可差点被玉珍的下属杀死呢。我在想，我和玉珍的婚约是不是就算了？话音落下的瞬间，电话那头传来李玉珍父亲的愤怒：混账！随着这一声高喝，卫星电话先是被递到李玉珍手里，劈头盖脸的怒骂，紧跟着卫星电话辗转被递到鲍军辉的手里。电话被挂断后，鲍军辉紧抿住嘴巴，他面无表情，没有任何的动作。身旁安保队伍的副队长却越过他，抬起手打出了手势，沉声道：卸枪。憋屈、愤怒，一位位的安保依旧相继收起了枪械。他们抬起头时，就望见宋子文的安保依旧在用枪口瞄准，等候向他们射击。这支队伍先是燕京城李家的安保，然后才是李玉珍的力量。李玉珍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一幕。如果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可以委屈愤怒，可以嚎啕大哭，可以声嘶力竭，但是她不能。她是李玉珍，是李家虎女。办公室内，我屏住呼吸，紧张地听着李玉珍父亲道出的每一句话。当后者要求安保卸枪时，我的内心也跟着不断的下沉。宋子文得意地笑了一声，他抬起脚，准备从李玉珍身旁擦过，向那陌生的男人走去。可他刚有动作，李玉珍挪动步子，挡在了宋子文的面前。宋子文脸色变冷，眼睛直勾勾地注视向李玉珍。这时李玉珍没有再挡住，他轻笑了一声，自李玉珍身旁走过。可刚擦肩，李玉珍啪地拔出方才收起的枪，将枪口对准宋子文的后脑。可他还未能有扣动扳机的动作，宋子文身后那位黑衣男人便一个擒拿探出，将李玉珍手里的手枪打掉至地上。宋子文低下头看了眼枪械，随即抬手便是一巴掌，结实的巴掌抽在了身旁秘书的脸上。那年轻秘书的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宋子文面无表情，继续向我走来，而我始终保持沉默，胳膊上的汗毛根根竖起，心脏也跟着悬了起来。然后嘴角轻扬，再次伸手捻起茶盏凑在嘴边，姿态依旧从容镇定。可突然，李玉珍不知何时退离了数步，更不知自什么地方再次摸出了把持巴掌大的女士枪。她面无表情，将枪口顶在了自己的额头。宋子文，宋子文额前根根青筋乍起，他摘下鼻梁前的眼镜，又将眼镜重新戴上，扭头看向李玉珍。这时的李玉珍染上了些绝美的悲壮色彩，她的命运注定像是荆棘鸟，如同彼岸花。而同一片天空下，燕京城李家，李玉珍母亲注意到李父推开门向书房走去，半晌她也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披上衣服往宅院走去。当李母进入后，24小时的负责医师忙迎了过来。李母站在病房外，透过玻璃望向屋内带着呼吸机、身上插着各种检测设备的李老爷子。老爷子是李家的天，哪怕多活一天，亦是一天的震慑。王大夫，我想看看老爷子。夫人，请您稍等。李母穿上隔离袍，仔细地给手进行消毒。她放轻呼吸，脚步走到了病床前。当望向温润灯光里几乎完全用现代化医药维系住生命的老人时，李母眼圈红了。她几次伸手，可指尖触碰到老人的褥子时都缩了回来。她不忍心唤醒老爷子，让后者到这个时候了还操心，但同样心疼中海的闺女李玉珍。就在这时，沉寂的特护病房被咳嗽声打破，老爷子眼皮颤抖，然后睁开。华玉，老人声音响起，李母眼泪止不住的滚落。莫哭莫哭，有老子在，天天塌不了。老人动不了，他干瘪的手掌费力的轻点向李母的手背。我操，真是玩大了。此时透过幕墙里的倒影，见到李玉珍的枪被打落，然后是后者拔出枪顶在自己额前，吓得我心脏都停顿了。宁玉、碎、吴瓦全，李玉珍做得出来，
回想起李玉珍的情报，我能够确定的道出这句话。而如果李玉珍真死在这间办公室，那么本就混沌的局势将会彻底暴走。我只是个普通的小人物，不要把我卷进这样的漩涡里。但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端着大佬的神秘姿态。玉珍，怎么闹得这么紧张？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只是听说你的身后出现了些大能的人，想要过来拜访拜访。玉珍，先把枪放下。见宋子文有些服软的意思，我微微呼出了口气。我从来都未曾想过自己只一句话就把李玉珍给逼成了这样。魏巍那边的先生，您和玉珍说说，让他放下枪，然后我们一起喝杯茶，聊聊天。对了，我这里还带了些狮峰老井采出来的龙井。此时我的皮鞋里脚趾紧扣住鞋底。宋子文很聪明，他敏锐地捕捉到屋子里唯一能够平和住氛围的人物。而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了我。如果李玉珍真死在这间屋里，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完蛋。而将枪口顶着自己白皙额头的李玉珍竟也看向了我。这一刻，我几乎将所有的压力和恐惧全部发泄在前脚掌，脚趾紧紧并拢，死死扣住鞋底，寸寸的摩擦过，但脸上却依旧挂着浅笑。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我探出身子，再次端起了茶盏，从容平静地喝了口茶，而后端着茶盏看向幕墙内宋子文的影子。宋公子，李小姐如何？是因为你想拜访便这样？说罢，我将茶盏送向桌子，手掌猛地拍向红木扶手。赌约就是赌约，宋公子如此不守契约精神，可没有坐在我面前的资格。这句话语道出，不亚于是一声惊雷，在所有人的心中炸响。宋子文是什么地位？岭南宋家嫡长子，而宋家其麾下财富何止万亿，更是岭南商圈绝对的掌门人。他代表的资本系，纵使燕京城的老牌家族，亦不占分毫优势。到底什么样的存在能有底气这般不给宋子文面子？宋子文脸上的笑容僵住，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和阴翳。老蔡，话音响起的同时，身后那位黑衣中年人全架子拉开，如虎似豹，死死盯住陆平。这一幕让我头皮发麻，鸡皮疙瘩历历冒出。死亡，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就在这时，办公室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秘书夏婷睁大眼睛，夫人打来的。夏婷看向李玉珍，几乎快要哭了出来。母亲身体不好。喂，夫人。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苍老，但是言辞里扑面而来的威严响起。听见这声音，李玉珍绝美悲壮的脸上先是露出不可思议，紧跟着眼圈都红了，但很快她将自己的情绪藏起。黑衣中年人见到宋子文抬手，他也收敛了锁定的精气神。我在心中暗暗舒了口气，有救了。爷爷。李玉珍把手机拿到面前，她抿了抿嘴唇，只觉得自己给爷爷丢脸了。是我，玉珍，我都听说了，川河干得很不错，不愧为我李家虎女。玉珍，将电话的功放打开，我有几句话要说。开了，爷爷您说。把张文荣队长给我喊来。首长，张文荣在。鲍辉君的化名是张文荣，但他几乎要把自己的真名给忘了。他听见唤声，魁梧的身形穿过人群，笔挺地站立在李玉珍的面前。我当初让你跟着玉珍，是让你护她周全，你可做到？鲍辉君虎目通红，没有应话，自己等人放弃抵抗，任由外人对小姐举枪，把命运交予旁人。我便是这么教的你。李家老爷子的话语没有斥责，语气沉着，但这寥寥数句对于鲍辉君而言，却不亚于一场心灵的拷打。他低着头，虎背熊腰的身体颤抖着。我对你很失望，滚下去吧。是，首长，您保重身体。而后鲍辉君阔步向前，如长枪般站到了李玉珍的身后。这就是大人物的气场，对场面气氛和节奏的接管与掌握。关于李家老爷子的信息，我只通过李玉珍的情报窥见了些许，但只是那些足够我明白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存在。真正的塔尖，该死的，这老家伙的话语和呼吸看起来不像是快死的。消息有误还是其他？宋子文斯文的脸上满是恭敬，心底却咒骂着最恶劣的话语。宋子文可在边上？爷爷，子文在的。我还没死呢，何必这么心急？爷爷，误会，我只是想来为玉珍庆。够了！宋子文当即闭上了嘴巴，他感受着来自老爷子的压力，目光闪烁，不断思考着些什么。上一句话语结束，电话陷入沉寂。纵使是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敢做出额外的动作。许久后，李家老爷子不容拒绝的话语声再次的响起。宋家在北疆的生意交出来吧，或者你和玉珍的婚事就此作罢。他话音落下，宋子文陡然睁大眼睛，他俊俏斯文的脸上露出真正的慌乱。李老爷子的这一刀几乎是扎在了他和宋家的要害上，让出宋家在北疆的生意，相当于是断去一臂，而结束宋家和李玉珍的联姻，那对于家族接下来的计划而言更是不可接受。
李老爷子是算准了这一切，要宋家断臂。宋子文额前冒出细密汗水，他大口喘息了起来。爷爷，子文错了，是子文错了。好了，我有些乏了，你也滚吧。什么事让你老子说话？苍老的声音响起，宋子文嘴巴张开，他眼神阴鸷，躬身道：“那爷爷早些休息。”话罢，带着人转身往办公室外走去。那披上人皮的野兽似乎再也克制不住，他扭动着脖子，拳头紧攥。宋子文在怀疑，是不是李家在做这个局，故意放出老爷子病危的消息，就为了要宋家在北疆的生意。牛逼，这就是大佬，我以后说不定也能这样。玉珍，那位帮助你的先生可在旁边？在的。李玉珍看向坐在办公桌前的陆平，他为后者身份的神秘而越发感到惊悸。让先生接电话。电话就这般被递到了我的面前，我不想接，但此刻李玉珍的目光让我同样没有迟疑的时间，只能脸上挂着从容轻笑，将电话拿到面前。